好是一个皇子，不然本宫立马把你扔水井里溺毙。娘娘不用担忧，奴婢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陈贵妃听后松了一口气，她事先命人找了个身家清白、刚出生不久的男婴，所以她这一胎一定是皇子，也只能是皇子。退朝！后宫最尊贵的女人要产子，前朝的嘉禾帝坚傲天也坐不住了。所有人都以为陛下太在乎陈贵妃了，毕竟后宫那么多生孩子的宫妃，没见哪个让陛下这样焦急的。但实际上，嘉禾帝这样焦急源于一个时辰前他小憩时候做的一个梦。你这辈子造了太多杀孽，会不得善终，但因你心底还有一抹善念，所以赐予你一福女，改你命格。所以他认为这个梦是一个吉兆，陈贵妃马上要生的孩子就是她的小福星。就在龙年赶到未央宫大门口的时候，突然从里面传来一道嘹亮的婴孩啼哭。本来颓败的御花园里瞬间枯木逢春，鲜花绽放。生了！这等吉兆，定是朕的小福星啊！而此时产房中的陈贵妃脸色却十分难看，竟是一个女孩。陈贵妃本想依照之前的打算，把这丫头送出宫去，结果突然发现对方竟然冲她笑了一下。这么漂亮可爱的娃，竟然是我生的，哪里还舍得把孩子给丢到水井里去？娘娘不好了，陛下已经到了未央宫大门口了。现在两条路摆在了陈贵妃面前，是把这孩子用一个男婴替换，假装自己生了一个皇子，还是把这个孩子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襁褓中的小奶团子身上。不是吧，不是吧！作为在神殿中修炼了万年的麒麟瑞兽，我才刚化为人形就要祭祭了。虽然这个家庭一般般，爹爹是凶狠残暴的暴君，娘亲是心狠手辣的贵妃，哥哥们更是个个腹黑阴险，但是为了化形做人，我还是愿意将就一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陈贵妃的错觉，在她抱住女儿后，因为生产浑身的疲倦跟剧痛竟然消失了大半。看来娘娘大约是舍不得了，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刚出生就这么漂亮可爱的奶团子。如果把这孩子送走，感觉我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娘娘，陛下距离寝宫的大门不到20步了。本宫的女儿当然要自己精心养着，至于皇子，以后本宫再生一个就是了。皇上驾到！是公主还是皇子？虽然只是一个小公主，但她十分话还没说完，结果下一刻陈贵妃怀中一空，嘉禾帝已经伸手把那个粉嫩的奶团子给抱在了怀中。爱妃辛苦了，爱妃为朕育女有功，即日起册封为皇后，封后大典等爱妃身体康健后再举行。陛下，臣妾生的只是一个公主啊。就是要公主，不是公主，朕还不会封禁你。嘉禾帝越看女儿越稀罕，不止赏赐了一大堆东西给未央宫，甚至还把刚出生不足1个时辰的小公主封为大楚国的长公主。陈贵妃今天2次震惊了。要知道，被封为大楚的长公主，那地位等同于诸侯，是自己有封地的呀。哼，你们快看，小公主跟朕如此亲近，她肯定特别喜欢朕。恭贺陛下！等到这消息传到了前朝，又是一片轰动。
由丞相领头的众位大臣觐见嘉禾帝，试图让他改变主意。陛下三思啊！陛下呀，陈贵妃只生了一个女儿，女儿又不能继承大业。你若疼爱她，封她为长公主可以，但封后一事，还请您再斟酌斟酌啊！哼，这老匹夫，不就是想让你的女儿柔妃坐上后位吗？还有事要奏吗？没事就退朝，朕要去见朕的瑶瑶了。请陛下再行斟酌。谁说公主就不能继承大业了？陈后现如今还在月子中，不能侍寝，但嘉禾帝天天晚上往未央宫跑，哪怕跟皇后盖被纯聊天也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多看爱女几眼。可嘉禾帝这种毫无理由的过度宠爱，瞬间把仇恨拉得满满的。不是今天奶娘被买通要用珠钗刺死小公主，就是明天小太监被收买，把毒药掺入小公主的饮食之中。幸好结果都是有惊无险，坏人败露，而小公主安全无虞。那群天煞的贱人，有本事冲本宫来呀！唉，你父皇宠爱你，也不知是坏事还是好事啊。娘亲不用担心的，任何事情到了我这里都是好事，也只能是好事。嘉禾帝龙颜大怒，下令彻查，很快就把多次的背后黑手揪了出来。转眼后宫就少了一半的人。此外，嘉禾帝还颁布新法令，再有伤小公主者诛10族。3年后，小怪物，小野种，你还敢瞪本殿下？七皇子犹不解恨，抬脚就要踹人。七哥，你们在干什么呀？瑶瑶，我们什么都没有干，不便危险，你快点离开。结果他最宠爱的小妹妹非但没有离开，反而迈着小短腿跑向那个伴读。你们快点松开他呀！2个小太监听后都不等七皇子的命令，立刻将人给松开了。啊，这个少年的未来可了不得呀！他作为瑞兽麒麟，可以预知人的未来。这个少年本是北燕皇子，但因为宫变流落到大楚，阴差阳错成了顾驸马的庶子。在未来，他会杀回北燕，夺回自己的王位。那些欺过、负过、害过他的人都将不得善终。暴君爹爹因他发动的战争，最后死于乱箭穿心，而皇子哥哥们更是被他各种算计挑拨，互相残杀，最终死于他的剑下。不行不行，绝不能让皇兄继续欺负他了。小哥哥，瑶瑶喜欢你，以后瑶瑶护你吧。顾北玉虽然拍开了对方的手，却没舍得用力。你竟然敢打瑶瑶，找死！他作势就要冲过来，一脚踹向顾北玉。顾北玉半垂眼，不躲不避，一副早已习惯的模样。七哥，住脚！七皇子听到妹妹的话，第一反应就是听话的收脚，结果因为身子已经失衡，一头栽倒，脸直接摔到了地上。瑶瑶，他拍你！肯定是你吓坏这个小哥哥了。刚才你们还要淹死他，你们太坏了。瑶瑶，这件事不怪我，七哥不坏。那你快点给这个小哥哥道歉，并且发誓以后也不再欺负他了。抱歉，本殿下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了。说完之后，他一刻也不想待，带着人就灰溜溜地走了。七皇子离开后，顾北玉也站起身来，他抖了抖身上的水，也转身离开。小哥哥，如果以后有人再欺负你，你来寻我就是，瑶瑶肯定会护你的。被七殿下他们打的
是哪个孩子？回娘娘，那个孩子的生母是月然公主殿下驸马顾大人的侍妾，不过这孩子并不是驸马顾大人的。据说那侍妾在跟了顾大人之前就已经有了身孕。原来是那个孩子。其实当年倘若不是月然公主硬插一脚，那个侍妾说不定就成了顾夫人了。瑶瑶为什么要帮那个孩子呀？因为他长得好看呀。哦，原来瑶瑶喜欢长得好看的呀。青言，回头看看瑶瑶宫中如果长得丑的太监或者是宫女，就给换掉。是，娘娘。所以欺负顾北玉的人肯定不止7个，一个一个阻拦是拦不完的，除非顾北玉可以成为他江瑶的伴读。陛下，今年楚河水患严重，倘若决堤，这下游村落的百姓们恐怕就要遭殃了呀。以顾爱卿之见呢？陛下，臣恳请朝廷拿出黄金5万两修筑堤坝，另外拿出黄金2万两转移安置灾民，这样会把所有的损失减少到最低。哼，并没有发生的事情，何必浪费银两？再说了，每年不都要死一些人，怎么今年就不能死了？陛下，这是未雨绸缪，也是与民生有利啊。父皇，瑶瑶不会浮水，那些百姓也不会吧？不过才7万两而已，就给他们好不好嘛？瑶瑶，你竟然知道5万两加2万两等于7万两？父皇，瑶瑶还会背诗呢。瑶瑶，快背给父皇听听。父皇，如若背好了，可以给瑶瑶一个奖励吗？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也。瑶瑶说的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顾爱卿，你的奏折朕准了。多谢陛下。父皇，你刚才还说要奖励瑶瑶呢。瑶瑶想要什么？父皇，瑶瑶想去宫学读书，并且想要一个伴读。自然可以，不过到时候瑶瑶可别听先生讲书睡着了呀。父皇放心，瑶瑶肯定不会睡觉的，就是睡了也肯定不打呼呼的。那瑶瑶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伴读呢？小江瑶漂亮的大眼睛闪了闪，然后转过头去，微笑着看向顾晨。不是吧？该不是小公主打算让她当伴读？父皇，我想要顾大人家的大公子顾北玉做我的伴读。朕准了。回禀陛下，犬子已经做了9殿下的伴读啊。那有什么？难得瑶瑶喜欢，就让你儿子明日去宫学，开始做瑶瑶的伴读。至于小九那边，再找个伴读就是了。瑶瑶多谢父皇。第二天一早，小江瑶就在青岩的陪伴下，另外还有2个太监2个宫女跟着进了书院。哼，你就跟你那个娘一样，净会一些阿扎下作手段。说，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当上了长公主的伴读？顾北玉目光冷漠地看着顾兰渊，一言不发。你这野种，还敢瞪我？看本郡主不抽断你的狗腿！兰渊表姐，好大的脾气啊！原来是瑶瑶表妹。瑶瑶表妹，你真的要这个顾北玉做你的伴读吗？你是不是被他给蒙骗了？旁边的九皇子也凑过来。是啊，瑶瑶，这顾北玉之前是我的伴读，也就那样，没什么特别啊。我喜欢他呀，所以他以后就是我的人了。你们谁都不许欺负他。如果再欺负他，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而十分狼狈的顾北玉半垂眼，眼神淡漠，好像置身事外一样。南渊表姐，你怎么可以打玉哥哥呢？赶紧给他道歉。瑶瑶，你竟然让我跟这个野种道歉！我可是你的亲表姐，而且这个野种是那个肮脏的女人，不知道跟什么野男人。住嘴！你竟然跟瑶瑶说这些阿杂事，如果让父皇知道了，你还想想好了。其他一排皇子也都凶神恶煞地瞪着顾兰渊。顾兰渊一听，顿时白了小脸，他红着眼眶，梗着脖子，扭身就跑了。希望兰渊表姐以后不要再欺负顾北玉了吧，他可都是为了他好。因为他看到了顾兰渊的未来，顾兰渊是被一群狼咬死的，而那群狼是顾北玉养的。堂兄们啊，不是瑶瑶说你们，这个时辰不是应该好好读书吗？怎么还出来乱逛悠呢？瑶瑶说的是，我们这就回去读书。慢着，哥哥们，我说的是认真的。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欺负玉哥哥了，欺负他就是欺负瑶瑶，懂吗？瑶瑶放心吧，以后我们谁都不欺负他。玉哥哥，你先随我去偏殿，让太医给你看看身上的伤吧。顾北玉很想再次拍开这只肉嘟嘟的小手，可他还记得上次都没用力，那白嫩的肌肤就微微泛红，娇气得很。顾北玉到底没有去握住那只肉嘟嘟的小手，而是在一群皇子羡慕的眼神中，沉默地跟着江瑶到了偏殿。公主殿下，顾公子身上的伤得上药，衣衫得剥开。那就快点剥开呀，我已经让人给他备了新衣裳。李太医，你到底行不行呢？快点给玉哥哥治伤呀。这不合体统啊！李太医，按照公主说的去做吧。李太医不再犹豫，立刻用剪刀剪开顾北玉的衣裳。结果少年白皙稚嫩的后背上露出许多的旧疤痕，看着更加触目惊心。众人想要拦着不让江瑶看到，可却为时已晚。娇滴滴的小公主看到这么可怖的伤，肯定会被吓哭了吧？吓哭了大楚最尊贵的小公主，她是不是又要挨打了？结果期待中的惊吓声并没有传过来。玉哥哥，是谁打了你？顾北玉抿唇，一如既往的沉默。上好药，换上干净的衣衫，顾北玉好似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垂眸跟在江瑶身边，沉默地履行着伴读的职责。玉哥哥，你身体不舒服，今日就不用上宫学了，回家里休息吧。等你什么时候身子好了，再来宫里陪我玩。太医开的药你也都拿着，回去按时服用啊。是。顾北玉点头，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皇宫。只不过他刚回到家中，结果他刚刚到堂屋门口，迎面从里面飞出来一个茶碗，直接砸到他的额头上。瞬间顾北玉的额头鲜血直流。哼，既然敢让兰渊受委屈，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别以为你成为了瑶瑶的伴读就可以放肆了，他不过是拿你当一个物件而已。去祠堂跪着，3天3夜，一口饭都不许吃。顾北玉抿唇没有说话，拿着东西转身朝祠堂走。孙管家却追了上来，劈手夺过他手中的东西。大少爷，公主说了，您可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也不能带啊。顾北玉看到孙管事把太医开的药直接给丢在地上，还踩了2脚，他依旧面无表情。大少爷，用不用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梁姨娘啊？梁姨娘也就是顾北玉的亲妈。随你。好几天都没见到玉哥哥了，他身上的伤还没有好吗？待会儿我让人去顾家看看。不知道为什么，
想起来顾北玉那一身的伤，小江瑶总是心中有点不安。她突然决定要亲自去月然姑姑的公主府看看顾北玉。皇嫂，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情让人喊我进宫就是了。没什么，听说你府上的景致不错，我带瑶瑶来玩玩而已。月然姑姑，玉哥哥呢？月然公主愣了几秒，随后才想起来，那小子还被关在祠堂罚跪，都3天了，也不知道死了没。啊，他可能去宫学了吧？没有啊，我就是从宫学那边过来的，没有看到玉哥哥呢。那可能是跑去哪里玩了吧？那小子贪玩，经常这样。月然姑姑，你到底是不是玉哥哥的嫡母呀？怎么不了解他？他从来不贪玩的呀。月然公主被堵得哑口无言，偏偏还不能说什么。毕竟陈后可在旁边正优雅地喝着清茶呢，所以她立刻给孙管家递眼色，让他赶紧去把那个跪祠堂的小子藏起来。你是府上的管家吧？肯定很了解这里。我要你去带我找玉哥哥。难得瑶瑶这么有兴趣，想要四处逛逛。金元，你带人也跟上，别让瑶瑶磕了碰了。是，娘娘。那小子还被关在祠堂，不知道生死。只要到时候绕过祠堂，那不就行了？果然，江瑶跟着这孙管家在府中绕了一圈，也没有见到顾北玉的身影。可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顾北玉肯定出事了。突然想到了什么，江瑶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孙管家。公主殿下，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啊？江瑶没说话，他看到了孙管家的未来。在未来的那个画面里，孙管家被关在了黑漆漆的地方，地上都是毒蛇虫蚁，正缓缓地爬向了孙管家。而顾北玉冷漠地站在那，他说：孙管家，你不是喜欢让我罚跪吗？那你就在这里跟这些毒蛇虫蚁一起跪到死吧。罚跪？没有，大少爷没有在祠堂罚跪啊。原来玉哥哥在祠堂啊。顾北玉感觉自己可能快要死了，许久没有进食，现在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嘴角干裂出血。最重要的是，之前的鞭伤没有及时涂药，伤口已经开始腐烂发炎，身体也在发着高烧。顾北玉已经跪不住了，他躺在冰冷冷的地上，抬起头看着顾家的列祖列宗，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多可笑，他又不是顾家的人，却要跪死在这里。死了就死了吧，虽然不甘心，但也是一种解脱，不是吗？毕竟他的存在是被所有人都厌恶的呀。最好这次让他死掉呀，不然的话，他将来会让公主府的所有人生不如死。玉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呀？玉哥哥，你快醒醒，不要吓瑶瑶了。瑶瑶是谁？濒死的顾北玉迷茫了一下，竟然还会有人因为他的死而哭泣吗？这个念头闪过之后，顾北玉就彻底被黑暗吞没了。江瑶看到顾北玉了无声息地躺在冰冷的地上时，整个小团子都傻了。他连忙用自己的金光去吊着顾北玉最后一口气，然后让人赶紧去找太医。众人先把顾北玉给送回他的房间，结果众人一看到顾公子住的房间，顿时沉默了。这里竟然十分寒酸，四面透风，隔壁还住着一个脸色惨白的姨娘，竟然连下人的住处都不如。母后，他们都欺负玉哥哥，我能不能把玉哥哥带回宫啊？自然可以。不可呀，千万不可。小玉这孩子性子顽劣，不适合陪伴在瑶瑶身边。反正瑶瑶只是想找一个玩伴，要不
让你兰渊表姐陪你进宫。不要，兰渊表姐太丑了。陈后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离开后，整个公主府都十分的静默。你个蠢货，怎么能够把瑶瑶引到祠堂去？孙管家也是有苦难言呀，他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说秃噜嘴了呀。看来只把顾北玉当成是伴读还远远不够，把顾北玉时时刻刻带在身边才更稳妥一些呀。只是江瑶不太明白顾北玉为什么这么隐忍呢？可想起来他成长起来后做的事情，江瑶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瑶瑶，在想什么呢？在想月然姑姑太坏了，明知道玉哥哥是我的伴读，还不给他饭吃。啊，可惜了我那盒桂花糖，撒了一地，玉哥哥一颗都没有吃到呢。瑶瑶不用担心，回头让你月然姑姑给你道歉，另外让人再准备桂花糖，你再给那孩子好了。江瑶有自己单独的寝宫，叫福喜宫，很快就将受伤的顾北玉给安顿了下来，并且还拨了个机灵的小太监照顾他。玉哥哥，你到底什么时候会醒呀？福喜宫今日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传到了嘉禾帝的耳朵里。陛下，陈进宫是想要接北玉回府的。不必了，难得瑶瑶喜欢他，就让那孩子留在宫中吧。可是你想要抗旨吗？臣不敢。我知道月然厌恶那孩子，而且你平时也不管后院的事情，反正就一个孩子而已，又不是你亲生的，你以后就当没有吧。顾晨听得心惊肉跳，但却也无计可施。玉哥哥，你终于醒啦！顾北玉还是一脸的冷漠表情。顾北玉，公主多次救你，你竟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吗？多谢公主。你这是敷衍。行了，没事的，青颜姐姐。玉哥哥，你就安心的在福喜宫住下吧，想要什么就跟小辉子他们说。公主，我想回家。为什么呀，玉哥哥？我不配，也不想处在宫里。那你是要回月然姑姑家吗？可他们再让你罚跪，再不给你饭吃怎么办呀？那也与公主无关。好吧，你可以回家，不过等你身上的伤好一些吧。而且这个房间会一直给你留着，哪一天你如果不喜欢待在家里，就来福喜宫找瑶瑶玩吧。是，公主殿下。顾北玉在福喜宫住了3日就走了。虽然没有住在福喜宫里，但顾北玉每天去宫学报道，履行伴读的职责，不过却还是那种沉默寡言的模样，冷冷冰冰，面对江瑶的任何善意都没有什么回应，宛若冰山。既然你这样喜欢你的玉哥哥，就让他陪你一辈子吧。不可以的，父皇说他只能够陪瑶瑶5年呢。陈后哪里不明白，那小子5年后就不能随意进出后宫了。没事，母后有办法，让他陪你一辈子。外男长大了不能自由入宫，那就变成太监好了。反正只要是他家瑶瑶想要的，陈后都会做到。小江瑶哪里知道母后心中的凶残想法，如果知道的话，整只麒麟估计都会炸毛。如果真把未来大人物咔嚓了的话，那他感觉他们一家人未来也会被大人物给咔嚓了呀。幸好他此时不知道，而且也并不想让大人物陪他一辈子。公主，那位齐妃是刚进封的，正得宠，我担心她会伤害到你。没事的，我就偷偷看一眼，就一眼嘛。青颜不忍心拒绝，最后只好抱着自家公主飞身跳跃到了玉福宫宫墙上。这对主仆俩也实在是太显眼，很快就被玉福宫的宫人发现。给本宫打下来！齐妃从大梁国带来的几个贴身侍女也有会武功的，
竟然直接拿出弓箭对准了墙头上的江瑶跟青岩。青岩眼底一冷，想要躲闪，但十几枚箭却已经朝着他们飞了过来。那十几支箭好像被无形的屏障挡住一样，纷纷飞向了别处。青岩愣了一下，不过他反应极快，立即抱着江瑶就从墙头跳了下来。哪里来的刺客？他看到了齐飞的未来。齐飞得到了嘉禾帝的宠爱后，飞扬跋扈，弄死弄疯了好几个妃子，最后还跟陈后对着干。陈后反手就将齐飞弄死，不过却也因此跟嘉禾帝离了心。嘉禾帝不再宠爱陈后。哪里来的臭丫头，竟然敢来本宫的御福宫捣乱！来人啊，立刻把他们俩射成刺猬！妈呀，这个齐飞力气好重啊，怪不得是将来会害死那么多的人。齐妃娘娘，你可知她是谁吗？她是我们大楚最尊贵的长公主。胡说八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射死他们！那一刻，青岩瞬间脸色惨白。他明白了，这个齐妃一定是知道公主最得嘉禾帝宠爱，所以想要先下手为强。万箭齐发，青岩功夫再好，因为还要护着江瑶，所以不出意外的受了伤。好在那些箭都没有什么准头，好像被什么无形的屏障弹开了，并没有伤到青岩的要害。你们都是蠢货吗？连两只苍蝇都射不死吗？手下们连忙再次搭箭拉弓，准备第二波弓箭射击。福喜宫的一群宫女太监刚好赶了过来，跑在最前面的赫然就是顾北玉。他不是侍卫，不能带武器，就这样护在了江瑶跟前。玉哥哥终于对我好一点了。齐妃娘娘，你竟然对我们瑶瑶公主动手，你是想要造反吗？给我继续射箭，把这些贼人都射死！这么多人，得用多少金光护着呀？没办法，他还太年幼，无法施展出麒麟圣兽的全部神力。就在他光顾着帮别人挡着箭的时候，却有一支箭漏掉，直冲着他的面门飞来。江瑶连忙想要把金光调过去，但有人速度更快，直接转过身抱住了他。那飞来的箭直接插在了他的后背上。玉哥哥，都给朕住手！拜见陛下，陛下万福金安。御福宫突然有贼人闯入，臣妾……瑶瑶，父皇，快救救玉哥哥、青岩姐姐他们啊！没有他们，瑶瑶就再也见不到父皇了呀！将齐妃跟他的工人都杖毙。齐妃瞬间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陛下，陛下，臣妾不知那是公主殿下，还以为是什么歹人。知不知道都无所谓，你伤了朕的瑶瑶，朕就要你的命。父皇，不要杀他，这样两国会打仗的呀。朕不怕打仗，可是瑶瑶不想让父皇辛苦，也不想要让百姓们辛苦呀。江瑶不会原谅要害死自己的人，他让父皇留着这个齐妃的命，也是不希望挑起两国战争。如瑶瑶所愿，不杀他，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来人，将齐妃杖20打入冷宫，其余御福宫宫人杖毙。是。江瑶在乾清宫被太医诊断过，只有手掌划破，并没有其他伤。陈后风风火火地跑来，我的瑶瑶，我的心肝儿，你要吓死母后了呀！母后，瑶瑶没事的，多亏了玉哥哥、青岩姐姐他们没事吧？这次害你受伤，就是他们的失职。按理说，每个人都得送到慎刑司去挨板子。母后，这件事不怪他们，是瑶瑶坚持要去的。其实瑶瑶只是想要看看父皇的新宠妃什么模样，
没想到对方居然要把瑶瑶说成刺猬。没有青颜姐姐他们的话，瑶瑶就成小刺猬了。好好好，母后不打他们，母后还要赏他们。他们受的都是皮外伤，已经都让太医去给诊治了。小江瑶松了一口气，这次的确是他冒险了，下次再有这种事情，肯定不要这样鲁莽。哼，陛下，这就是您新宠的妃子，竟然上来就想要了瑶瑶的命。都是那万氏的错，朕已经将她打入冷宫了，大梁国那边朕也会追究的。算了，不能吓到宝贝瑶瑶，回头再慢慢收拾那个贱人好了。反正人已经被打入冷宫了。顾北玉的伤重一些，那一剑险些伤了他的心肺，毕竟当时齐妃是真对江瑶下了死手。他趴在那里眯着眼睛，心中想着前2天那个北燕使臣说过的话，韬光养晦，最好接近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得到她的完全信任。玉哥哥，你快别动了，好好躺着呀，不然伤口会痛痛的。是，公主。顾北玉还是跟往常那样，表情平淡。小奶团子一边偷偷地用金光给顾北玉治疗，一边诺诺地说：玉哥哥，今天幸好有你，你说吧，想要什么赏赐呀？公主，我想学武功，以后好好保护你。好呀，这个好办，我这就去找父皇去。顾北玉想要学武，这对小江瑶来说并不是难事，毕竟嘉禾帝不忍心拒绝女儿的任何要求。大楚上午，皇子们6、7岁开始就有专门的师傅教骑马舞射了。七皇子等人一直看顾北玉不爽，又不敢明面上欺负他了，正好可以趁着比武的时候修理修理这小子。可单打独斗，他们竟然邪门的打不过顾北玉。七哥，要不我们俩一起上，修理修理这小子。得下手轻一些，以免他伤得太重，瑶瑶会伤心。成，顾北玉，你功夫不错，我们兄弟俩一起跟你切磋切磋吧。看着2位金贵的王子，顾北玉本不想搭理他们，不过下一刻他就看到了那抹熟悉的嫩粉色，只是2位皇子背对着那边，还不知道他们的宝贝妹妹来了。2位殿下，请吧。7皇子跟9皇子对视一眼，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拾这小子啦。结果这个顾北玉也不知道怎么的，前面打得好好的，现在突然就变弱了，动作慢吞吞，躲不过任何人的招式，一下就被7皇子打中了脸，又被9皇子打中了腹部，然后跌倒在地。你们干嘛打玉哥哥呀？玉哥哥，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只是在切磋武艺。什么切磋呀？这明明是他们欺负人。7哥、9哥，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不要欺负玉哥哥了，你们怎么还欺负？瑶瑶，实在是对不住，我们也不是故意的。这切磋的时候实在是不好掌控力道，要是顾北玉难受的话，赶紧让太医给他瞧瞧。9皇子还要再说什么，却被自家7哥瞪了一眼。小江瑶担心顾北玉的伤，就带着他去太医院。7哥，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啊？你没发现那小子是故意的吗？我们俩哪里能那么厉害，3下2下就把他给打趴下了。是不是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瑶瑶讨厌你吗？当然不想了。那不就得了。9皇子有点无语的嘟囔，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呢？这边小江瑶坚持着要让顾北玉看太医，就一起朝太医院走。突然看到了几个太监拖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别看！顾北玉反应极快地捂住小江瑶的眼睛，他的心咯噔一下。
该不是暴君爹爹又杀人了吧？玉哥哥，你自己去太医院看伤吧，我要去乾清宫。我身上的伤不碍事，陪你一起吧。也行。这边小江瑶先去御书房拿了一盘平时自己最喜欢的栗子糕，然后这才来到乾清宫。在大殿门口却看到了一排禁卫军。郭韵见过公主殿下。郭统领好啊，我要给父皇送栗子糕，可以进去吗？谁都知道，别说是乾清宫了，皇宫里的任何地方，这小公主都是畅通无阻的。只是眼下大殿内还不知道死了几个人，郭韵哪里敢直接把人放进去啊？公主能否稍等片刻，卑职进去请示一下陛下。好呀。没过多久，嘉禾帝身边的大太监赵全和跟着郭统领弯着腰小跑了出来。公主殿下，您怎么来了？赵公公，我要给父皇送栗子糕，这个栗子糕可好吃了呢。陛下现在有事去御书房了。公主殿下，我们直接去御书房吧。好呀。离开这里之前，顾北玉看向了大殿的方向，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只不过眼下这个大事情被江瑶给打断了。父皇，瑶瑶给您送栗子糕来了。瑶瑶怎么想起来给父皇送栗子糕来了？因为这个栗子糕瑶瑶最喜欢吃，父皇肯定也会很喜欢。好，父皇很喜欢。嘉禾帝吃了甜甜的栗子糕，然后逗了一会可爱的闺女，心底的戾气又消散了许多。一下午，小江瑶都赖在御书房里，陪着嘉禾帝批阅奏折，困了就赖在他的怀中睡觉，愣是让嘉禾帝没有办法再去做其他的事情。等到华灯初上，宝贝女儿在怀中睡得奶乎乎的时候，嘉禾帝已经冷静下来，没有白日里那么暴怒了。最重要的是，他有点后怕，幸好没有让瑶瑶看到他一身是血的模样，不然的话，小姑娘肯定会被吓坏了，并且害怕他这个父皇了吧？下次还是不要亲自动手了。陛下，那些跟此次巫蛊案有关人员还在大殿中，让刑部去好好调查一下，然后按照规则处理。是。这边小江瑶坐在龙辇上就睡着了，还没醒。到了福喜宫门口，跟在旁边的顾北玉伸手把他给抱在了怀中。青言抬眸看他，眼底都是审视。毕竟这种事之前都是他来做的。青言姐姐的剑伤还没有好利索，还是我来抱公主殿下吧。但你仔细点，别摔着公主。是。青言姐姐，怎么了？你有没有感觉这个顾北玉有点奇怪？他之前明明很厌恶公主的，现在突然对公主这么热络起来了。原来是这事儿啊，这不是情理之中吗？公主对他多好啊，他如果再一点都不知道感恩，那就是狼心狗肺了。希望是我想多了。这个顾北玉还好，毕竟身份不高。皇后娘娘提醒过，别让那3个质子太靠近公主殿下。公主现在太小，可别被他们哄骗了。瑶瑶，这么早你去哪里？回柔妃娘娘，瑶瑶去宫学读书呀。那快些去吧，不要耽误你读书。柔妃娘娘，回见呀。等到2队人擦肩而过后，柔妃脸上的温柔笑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哎呀，可惜了，大梁的那个女人竟失手了。难道那丫头真有神灵在庇护？应该是巧了，当时陛下的龙辇刚好路过那边。不过让人意外的是，陛下竟然没有直接处死他。咱们陛下真是越来越仁慈了啊。对了，产后的肚子依旧没有动静吧？是，奴婢让人盯着太医院那头呢。如果有了动静，
咱们肯定就会知道。他这辈子呀，就只能有这一个女儿了。陈月宁，暂且让你先当皇后好了。等以后曾瑶长大嫁人，等嘉禾帝年老下位，这皇宫的新主人那就与你陈后无关了。明日安排人让玄儿跟旺儿也去宫学读书。娘娘，两位殿下今年不过4岁，去宫学读书有点过早。早什么早？那江瑶都去了快1个月了，听说江瑶学的比那些6、7岁的皇子都要好，玄儿跟旺儿还比江瑶大半岁。是，本宫的孩子又怎么会比陈月宁的差？小江瑶没有太在意柔妃那人，对方的敌意哪怕隐藏得很好，但她却是知道的。只是如果对方够聪明，那么就隐藏一辈子吧。青莲姐姐，玉哥哥呢？回公主，顾北玉说有事回家了。实际上顾北玉还没回家，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你也是北燕人？殿下看错了，我是楚国人。算了，你是哪里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告诉我怎样才可以成为瑶瑶公主的伴读。这个弟弟怕不是也想要借助公主江瑶，好在大楚站稳脚跟？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就是不愿意告诉罢了。不就是一个公主府的庶子，得意个什么劲儿？那你呢？不过是被北燕皇宫的弃子罢了。你被踩中痛处的黎胄瞬间炸毛，愤怒地对着顾北玉挥起了拳头。顾北玉轻松躲过，眼底更是轻蔑。你这样暴躁的性子，送你来的人是怕你死得慢吧？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远，留着黎胄愣在原地。父亲，他们说的巫蛊是什么意思呀？谁能够想到，就在刑部尚书对嘉禾帝禀报巫蛊案的时候，这小公主就进来了呀。瑶瑶，这巫蛊其实是……嘉禾帝很想说，这就是一种蛊，用来敲的。是不是拿针扎布娃娃的那种？还是给人的肚肚里面放进去什么奇怪的虫虫？瑶瑶，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父皇，瑶瑶是在你的书房中看到的呀，有一本叫什么异物志来着，上面就写了这个呀。这件事已经让陆大人去处理了，对吧？陆大人。其实巫蛊案还没有找到最后真凶，不过既然陛下这样说，那就是已经给处理了。是的，陛下，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涉案人员已经伏法。父皇，你还没告诉瑶瑶是扎娃娃还是放虫虫呢？是扎娃娃，不过娃娃都毁了，那并不是什么好东西。父皇也不会让瑶瑶碰到这种邪恶的东西。对方是要扎瑶瑶吗？瑶瑶放心，父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哦，应该是有人用扎小人的办法想要对他下手。那人是不是傻呀？他可是瑞兽麒麟呢，怎么会怕这些小伎俩呢？父皇，瑶瑶有神明保佑，谁都伤不到我的。倒是父皇不要为这件事生气，气坏了身子，瑶瑶会担心的。是啊，朕的瑶瑶可是天底下最有福气的人，朕也是有福气之人啊。对的，那父皇不生气了，下一个。巫蛊案雷声大雨点小，如果放在几年前，只要不砍几百个脑袋，估计都无法消气吧。深藏功与名的小江瑶此时正迈着小短腿在御花园中赏花。公主别看，上次遇到那个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顾北玉这样做，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是大哥哥跟漂亮小姐姐拥抱呢。不嘛，我要看。那边大皇子被惊得手一顿，
怀中穿着内绿色裙袍的少女就掩面跑掉了。大皇子对谁都微笑淡然，但实际上跟哪个兄弟都走得不近。被小江瑶待人惊扰后，他还是那副不悲不喜的模样，冲他点点头，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大哥哥这是怎么了？之前他对我不这样的呀。公主殿下，我查到今日大皇子为何那般失态了。为什么呀？陛下要选秀了，而今日跟大皇子在一起的那个贵女应该是在这批秀女之中。就是大皇子想要跟那位贵女在一起，但那位贵女现在可能要去陪伴陛下了。其实有更简单的说法，那就是嘉禾帝抢了儿子的心上人。好家伙呀，他本以为皇兄们之间的矛盾都来自未来的夺嫡，可眼下看来，皇兄们跟父皇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呀。只是这要如何做才能够让父皇跟大皇兄解开这个矛盾呢？我想到办法了。玉哥哥，你好厉害呀！以后有什么事情也帮瑶瑶去打听，好不好呀？为公主打听消息是应该的，不过倘若遇到一些贵人找麻烦，没事没事，到时候你就说是瑶瑶让你做的。不管怎么样，父皇母后都不会责罚瑶瑶的。好。顾北玉的嘴角微扬起一个不明显的弧度。上午照例去宫学，下午小江瑶就迈着小短腿去储秀宫那边溜达溜达。因为不想太招摇了，所以他就带了青岩跟顾北玉。下一刻，突然前面传来了喧闹声。陆心婉，你这奴婢弄脏了本小姐的衣裳，反正本小姐也不差这个钱，但心情实在是不好。只要你把这奴婢交给我处置，我就既往不咎。陆心婉知道这个温若晴故意找事儿，当然不会把从小一起长大的侍女交给他处理。两个人就僵持在这里了，谁都不肯让步。宝娟爹爹为什么要娶这么多老婆呀？每天打架多烦呀！而且这些小姐姐们还没入宫呢就开始打架了，那入宫后还指不定怎么样，也不知道将来顾北玉要娶多少个老婆。眼看着陆心婉要吃亏，小江瑶指尖的金光一弹，冲上去要打人的温若晴突然脚一崴，直接来了一个平地摔。陆心婉，你竟然打我！是你自己摔的，我距离你这么远，怎么打得到你？你可别冤枉人。婉姐姐，瑶瑶来找你玩啦。瑶瑶公主，您怎么来了？这里不让瑶瑶来玩吗？啊，不，老身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杂乱，别扰了您游玩的兴致。都怪这个温若晴，非要找陆小姐的麻烦，谁能想到惊扰了瑶瑶公主。我就是过来找婉姐姐玩的。婉姐姐，你现在有事吗？没有就过来陪瑶瑶荡秋千嘛。陆心婉虽然满肚子问号，但也知道此时要顺着这位小公主。最重要的是，她可以带着自己的侍女躲开眼下的困局。殿下，我们并不相识，您刚才是替我解围吗？虽然不相识，但一见到婉姐姐，瑶瑶就好喜欢你呢。但是同时，小江瑶不动声色地看到了陆心婉的未来。这又是母后跟父皇的一笔债啊！婉姐姐，你是不是不喜欢待在宫中啊？陆心婉一个愣怔，有点惊慌地四处看了看。婉姐姐，你放心嘛，他们都是瑶瑶的人，不会乱说的。瑶瑶是真的跟你一见如故，好喜欢你呢。你有什么心里话就跟瑶瑶说吧，或许瑶瑶可以帮你呢。公主殿下，您为何要帮我？因为瑶瑶喜欢婉姐姐呀。我不想入宫，
但却也不得不入。家中只有我的年纪最是合适，而陆家也需要有一个人进入后宫。婉姐姐，你会扶什么？陆星婉一愣，她下意识地点了一下头，结果就发现自己被小公主拽着手，猛然跌入了池塘之中。祝瑶瑶讨赏赐，嫁大哥。你，公主要帮陆星婉。顾北玉说完这句话，然后快步朝莲花池边走去。青岩愣了一下，也很快跟上。就是这么几个眨眼的功夫，陆星婉已经把小公主从水池中抱了出来。这个时候，顾北玉、青岩也过来了。顾北玉更是脱下外套，包裹住了小公主。一群人连忙往福喜宫赶，同时也命人即刻去宣太医。父皇、母后，瑶瑶没事的，你们不要担心啊。娘亲，这次事情就是瑶瑶自己不小心，还有以后瑶瑶宫中的人就让瑶瑶自己处罚，好不好吗？可是瑶瑶还小啊，我担心这些奴才哄骗了你。不会的，他们都是你跟父皇给我安排的，肯定都是挺好的。一直被冷落的嘉禾帝眼巴巴地看着宝贝闺女，也想把小奶团子抱在怀中。可有陈后在，他这个帝王永远只能屈居老二。这种感觉心酸憋屈又甜蜜着呀。父皇，这次多亏了婉姐姐救了瑶瑶呢，给她一个赏赐好不好呀？当然可以了，她救了瑶瑶，可是立了大功。不过你说的婉姐姐是谁呀？很快陆星婉就被叫了进来。想要什么赏赐？真的可以直接跟陛下讨要那个赏赐吗？他不敢抬头去看帝王一家，拢在袖子里面的手心都是冷晶晶的汗。婉姐姐，你快点说啊，要什么赏赐？只要父皇能办到的，肯定会给你的。你快点说完，瑶瑶要睡觉了呢。你快些说吧，要什么赏赐？毕竟你救了公主一命，赏赐你是应该的。臣女跪求嫁大皇子为妻。陛下，大皇子还没有娶妻，这倒也是美事一桩。可大皇子还没有开府封王。陛下，大皇子比二皇子还大了2岁，也该封王开府了。不过这件事还得看大皇子是否有娶妻意愿，这件事就交给臣妾去办吧。大皇子生母身份低，本人又体弱多病，没有什么特长之处。嘉禾帝老早就想过，皇位是肯定不会给大皇子的。时间长了，也就忘了这么一个儿子。那好，这件事就交给皇后去办吧。臣妾遵旨。娘娘，这件事是小公主有意要撮合大皇子跟陆姑娘。虽然如此，但瑶瑶受到惊吓是真的，也是你们伺候不周。虽然她护着你们，但你要记住，底线是不能让瑶瑶有任何损失。她可是我的眼珠子，她若真的出事了，你们谁都不要活了。是，奴婢明白。大皇子被封为永王，府邸正在修缮，然后赐婚下来，等年底永王府建好大婚。这一天，小佳瑶突发奇想，想要吃鲜花饼。青岩等人去御花园帮忙采花。就在这个时候，永王出现在御花园中。大哥，你是专门来找瑶瑶的吗？大哥，瑶瑶，好巧啊。是呀，刚巧在这里遇见大哥。二哥也是来捉蝴蝶的吗？不是，我刚从政务殿回来，正巧路过。大哥，今日看着你气色不错，身子好些了吗？永王当下就变了脸色。几个哥哥的天生敌对，
从这个时候已经初见端倪了。大哥，你抱着瑶瑶好不好？你们俩都好高呀！瑶瑶看着你们说话，脖子痒得好累啊。好，大哥抱你啊。瑶瑶，大哥身体弱，可能抱不稳，还是二哥抱你吧。永王默然无语。玉哥哥，你快些过来呀！这个鲜花饼趁热吃才好吃呢。就按照这个口味的做，鲜花饼烤好后，给父皇母后各送去一份。哦，对了，还有大哥、二哥。帝后就算了，为什么永王、景王也有份？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顾北玉一人，因为在福喜宫的宫人在去给永王送鲜花饼的时候，七皇子刚好在那。刚才的那个工人是福喜宫的吧？永王不愿意给瑶瑶添麻烦，只是淡淡点头，不想继续说这件事。为什么？为什么瑶瑶给你鲜花饼，不给我呢？可能是因为刚才瑶瑶带着福喜宫的人在摘鲜花，刚好我碰见了吧。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去问瑶瑶，为什么大哥有鲜花饼，我却没有？不行，我不开心了。七皇子风风火火地往福喜宫跑，结果半路上直接撞上了九皇子一伙人。老九，瑶瑶做了好吃的鲜花饼，给了大哥，但就是没给咱们。啊，我刚才看到二哥离开皇宫的时候，身边人提着一盒鲜花饼，会不会也是瑶瑶送的？小哥俩这辈子默契都没有这么足过。他们赶到的时候，小江瑶刚好把最后一块鲜花饼吃掉。七哥、九哥，你找瑶瑶有事吗？瑶瑶，你是不是给大哥送鲜花饼了？瑶瑶，你是不是给二哥送鲜花饼了？小瑶瑶无语，她其实一直努力对各个哥哥好，而且也是赶巧了，在御花园正好碰上，她就想着除了父皇母后外，就给大哥二哥也各自送一份。谁想到七哥九哥会突然来这么一出呀？对啊，因为大哥哥二哥哥年纪最大，就想给他们了呀。你们也有份，不过要晚点给你们送过去呢。瑶瑶，我们真的也有份吗？当然啦，瑶瑶好喜欢七哥九哥，怎么会不给你们呢？瑶瑶困了，你们也回去等着好不好呀？俩皇子不想继续打扰瑶瑶妹妹休息了，立刻点头，十分默契地退了出去。怎么办？感觉这御花园的花都要让咱福喜宫的人给秃噜了呀。陛下宠爱咱们公主殿下，撸秃个御花园算什么？只不过公主说要给每个皇子公主都送点心，我就担心有心人会做什么文章。到时候你们送过去的时候，就说这东西可能不好吃，会吃出问题来。要不要自己决定？如果吃出问题来，自己负责呀。这小姑娘在耍阳谋啊！这样下来，别人肯定就不能做什么文章了。麻烦姐姐进去通报一下呗，说瑶瑶来了，给祖母请安，送好吃的点心。太后，公主江瑶来了，还送来了点心。让她进来吧。是。皇后，刚才哀家对你说的，你可都记得了。作为皇后，必须端庄温婉，替陛下分忧，而不是使小性子，成天想着争宠。你这样跟宠妃有何区别呀？小江瑶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她看到母后一脸委屈，难受的不行。这是瑶瑶给祖母送来的点心。听说瑶瑶给很多人都送了点心，可有此事啊？不是吧，不是吧，祖母竟然也会吃醋，送点心给她送晚了吗？可是不应该呀，祖母一向不喜欢我，更是不喜欢我给送的任何吃的。现在突然这样说，看到小姑娘都懵了，
最后只懵懵懂懂的点了点头。皇后，瑶瑶小不懂事，你怎么也不管教管教？这后宫之中，吃食的事情尤为重要。倘若有人用这件事情做点什么文章，到时候你后悔就晚了。陈后一愣，第一反应就是担忧的看向女儿。母后，你为什么这样看着瑶瑶呀？瑶瑶，你给那些兄弟姐妹都送了点心，倘若有人吃了点心，身体不舒服，吃了身体会不舒服的人就不会吃啊。可是回太后娘娘的话，福喜宫送点心之前都会告知对方，如果点心吃后身体可能会不舒服的，结果自负。当然了，如果认为不会吃出问题的，就直接收下，反之退回。行了，哀家乏了，你们都退下吧。是。等到这对母女俩离开后，心腹嬷嬷走过来。太后，瑶瑶公主送来的点心如何处理？拿来，给哀家尝尝。瑶瑶还小，陈后也没那个胆子，这点心肯定是没问题的。谨慎一些总归是对的。太后，您请尝一尝，看味道如何。太后十分矜持地吃了一小口，突然感觉那甜香味儿竟然暖洋洋的。以后瑶瑶再送来吃食，不要再拒了。是。第二天小佳瑶去了宫学，就听到皇兄们在那热闹地聊着什么。瑶瑶昨天特意送给我的点心可好吃了，才不是特意送给你的呢，我也有，特好吃，吃完后我竟然可以原地来一个后空翻。那你倒是快翻个给哥看看。后空翻是不可能后空翻的，但滚一个还是可以的。但不得不说，几个吃到了福喜宫点心的皇子们都得意洋洋。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总感觉瑶瑶妹妹送来的点心比御膳房的要好吃多了。为什么母妃不让我们吃瑶瑶给的香花饼？他们都说好吃，我却没吃到。母妃不让吃就不要吃。为什么？母妃是嫌我胖吗？小江瑶哪里知道，她的存在让皇子们都开始卷起来了。她下了课，左顾右盼，突然发现一件反常的事情了，那就是顾北玉去哪里了？不知道为什么，小江瑶突然感觉心里面十分不安。阁主，那个小子我已经让人调查过了，是月然公主府上的驸马的妾室所生，生父不详，平时各种被欺辱打骂，还被宫中那些皇子公主们当成了玩物。怪不得。孩子，你再这样盯着我看，我就把你杀掉哦。这句话顾北玉听后没什么变化，看着顾北玉依旧倔强地站在那，桀骜不驯，百里渊嘴角的笑容越来越浓。我知道你是为了力量才来到这里的，小子，倘若你能够在这里打赢99场比赛不死，我就允许你加入无相阁，可好？加入无相阁，可以让我变强大吗？自然可以。好，我答应你。他其实打听过，加入无相阁的要求并没有这样高。百里渊亲口对他开出这样高的要求，肯定不简单。顾北玉收拾一番，打算进宫。大少爷，梁姨娘病了。病了就去请府医。已经请过府医了，但梁姨娘想要见老爷。大少爷，您不是可以自由进出皇宫吗？帮忙给老爷捎个话吧。我是能进宫，但我不能随意走动，无法见到我父亲。说完后，顾北玉起身就离开了顾府，毫不留恋。你去哪里了？今天公主被人纠缠了。谁敢纠缠公主？就是北燕的那个皇子呀，这是有够不要脸的，竟然凑到公主跟前对公主说她很好看，问公主喜不喜欢。公主怎么说？公主看了看他，然后说了一句还行吧，然后就走了。但我保证那小子肯定没死心，真是的，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竟然敢靠近公主。公主现在睡下了吗？没有，公主晚上吃多了，正在院子里面溜达消食。你没事的话就过去一趟吧，今天白天公主还问起你来着。好。顾北玉现在在江瑶跟前的形象就是一个沉默的侍从，平时话不多，但很听小江瑶的话。玉哥哥，你受伤了？没什么，练武的时候难免跌打损伤，就涂了一些药。熏到你了？没事。顾大佬没说实话，这么浓郁的伤肯定不会是练武留下的。要小麒麟来猜的话，那肯定是打架，而且是打得很凶的架。不过顾北玉不说实话，小江瑶也不会追问。但接下来时间，他却一直赖在顾北玉的身边，偷偷的用金光给他治疗身体。今天又帮了玉哥哥呢，他应该会越来越喜欢他了吧。等到顾北玉晚上回房后，他掀开衣衫，其中痒痒麻麻的，应该是新肉正在生长。复原的这么快。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临近年底，礼部开始准备永王的大婚。不过与此同时，后宫却出了一件事，冯贵人生的14公主夭折了。上寿心地至纯至善，哪怕是陌生人也会心中难受，更不要说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小麒麟已经越来越了解人的喜怒哀乐了。公主，听闻今日陆姑娘会跟母亲进宫来觐见娘娘，你素来喜欢那位陆姑娘，可以过去找她玩。是吗？婉姐姐来了吗？好，我们赶紧去未央宫吧。是。本宫乏了，今日就到这里吧。你们出宫吧。那就不叨扰娘娘了，臣女等告退了。陆家3人离开后，陈后揉了揉眉心，喊了身边的心腹让跟上去，看看那3人会不会闹什么幺蛾子。锦书姐姐，你跟上去，若他们遇上了父皇，你就对父皇说，瑶瑶很想他，想要让他来趟未央宫呢。瑶瑶，刚为何要让锦书那样说呀？没什么呀，因为瑶瑶想父皇了呢。最近父皇好像也好忙呢。再说这边陆新婉3人还真的在拐角处遇到了嘉禾帝。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一阵风，愣是把陆星秋的手绢吹了出去，落在了嘉禾帝脚下。你是何人？臣女陆星秋。她的眸子微暗，这小姑娘的确生得明艳动人，很有陈后当年初入宫时的几分光彩。眼下这个美人能够入宫，应该……参见陛下。朕记得你是未央宫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瑶瑶公主在未央宫吵着要见陛下，所以娘娘请奴婢们出来寻找陛下。朕这就过去。中午午膳就摆在未央宫吧。是。陆星秋跌坐在那，整个人有点懵。明明一切都很是顺利，怎么突然就……都怪那个该死的13公主。这还在皇宫之中，他当然不敢多言语。等出了皇宫，坐上陆家马车后，就怪那该死的13公主。如果不是她突然让人从中作梗，陛下今日肯定会留下我。新婉，你为何打你堂姐？陆新婉，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你做了永王妃就目中无人了吗？瑶瑶公主是天底下顶好的人，我不许你说她任何坏话。以后倘若说一次，我便打你一次。陆星秋捂着脸，眼底都是阴鸷。他现在虽然不行，但等他日后成了后宫之主，不管你是什么瑶瑶公主，还是什么永王妃，他都不会放过。嘉禾帝当晚留在了未央宫，倒是这边的陆星秋回到家中等了好几日，却依旧没有任何的消息从宫中传出来。不可能呀，明明那一日他在嘉禾帝眼中看到了不一样的情愫，但不管他如何抓心挠肝，却也什么都做不了。
而江瑶在听说近期没有陆氏女入宫后，窝在院子里面的秋千上摇来晃去。玉哥哥，再高点嘛！不可以，太高了，危险。有什么危险？如果甩出去，玉哥哥也会第一时间接住瑶瑶的，不是吗？这小公主是不是太信任她了一些？隔几日她就要去暗方打架，现在距离99场还没过半，身上经常带伤，但不知道是不是顾北玉的错觉。每次她身上有伤的时候，就是这小奶团子最黏自己的时候，也是她身上的伤复原最快速的时候。小江瑶其实是真的想要荡得高一些呀，毕竟之前没变成人之前，她还会飞咧。可惜现在不能飞了，连秋千都不能荡得太高，真是无趣啊。公主，要不我们去放纸鸢吧？公主，御花园有很多蝴蝶蜻蜓，我们去捉吧。公主，最近御膳房多了许多新奇的水果，奴婢去帮您拿来。公主，七殿下让我下午去跟他们玩蹴鞠，你要去玩吗？好呀。因为是第一次来，也的确很新鲜，场上的半大小子们都激动起来，七皇子更是频频抢球，想要把自己的英姿留在宝贝妹妹跟前。但谁能够想到，本来都很顺利的，结果不知道为何，那球突然就朝小江瑶的面门飞了过来。瑶瑶！球砸在了顾北玉的后背上，他嘴角溢出一抹殷红的血迹。这段时间他去暗方打架，每次都受伤，这么一砸，正好把伤口给崩开了。玉哥哥，公主，你没事吧？七皇子表情复杂地看了看顾北玉，虽然他一直看这小子不顺眼，但看在对方兢兢业业保护瑶瑶的份上，勉勉强强地看顺眼了吧。不过这小子也真的太弱了吧，被一个球就砸得吐血了。瑶瑶好幸福，这么多人都关心她，我跟孟桃无所谓啊，我们俩毕竟只是郡主。但九公主，我怎么感觉好像所有的皇子表哥们都更喜欢瑶瑶呢？不过是因为父皇宠爱她罢了。因为小江瑶没事，蹴鞠比赛还在继续，只是顾北玉不上场了，反而沉默地守在他的身边，陪着他一起看。顾北玉已经十分确认这种感觉了，那就是在小公主身边的时候，流血的伤口好像都不怎么痛了。九姐姐，有事吗？瑶瑶，姐姐想要跟你接一个人。什么人呀？就是这个顾北玉。过几天秋显要开始了，我到时候也会跟着去打猎，可能会有危险。我看这个顾北玉身手不错，你借我几天，让他保护我。等秋显结束，我就把他还给你。秋显是不是可以抓到可爱的兔兔？是的，会抓到兔兔、小鹿，据说还有狼之类的，有意思，但也有危险。哇，那瑶瑶也要去可你这腿这么短，都骑不了马啊。没事啊，我有玉哥哥呀。好了，你们继续在这里玩哦，我要去找父皇，让他也带瑶瑶去秋显啦。玉哥哥，我们走吧。是。瑶瑶，要一起去可以，到时候你留在休息处，等父皇收获的猎物回来任凭你选。父皇，可是瑶瑶很想骑单马呀，像父皇那样十分厉害的骑单马。可是你还小。没事的，有玉哥哥，可以到时候让玉哥哥骑马抱着瑶瑶吗？本来就是宠女狂魔的嘉禾帝，哪里会不答应？不仅答应了可以让小佳瑶跟着同去秋显，还答应送一匹宝马给小佳瑶。表面上是给小江瑶，但实际上就是给顾北玉的。顾北玉已经从伴读、侍卫晋升到马夫了。玉哥哥，我们去挑大马吧。
公主殿下，您想要什么样的马呀？先都看看吧。就在小江瑶跟顾北玉走到最后一排马厩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痛苦的嘶鸣声。怎么了？是有马儿生病了吗？那是前不久前大梁国进贡的汗血宝马，只不过性子太野又很凶，不服管教。不许打他了，你们谁都不要打他了。那被捆起来的黑色马匹突然发起狠来，把2个鞭打他的太监都给甩开，然后扬起马蹄从马栏中跳跃了出来。顾北玉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冲了过去，他手中握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手搂住小公主，决定孤注一掷，刺死这只发狂的野马。真是亏大了，本想利用着这个小公主，怎么还为她付出了？就在这个时候，传来骏马的再次嘶鸣。漂亮威武的黑色骏马在奔到小江瑶跟前，猛然停了下来，前蹄扬起，随后站稳，然后竟然双腿弯曲，跪拜了下来。顾北玉无语，他默默地把袖子里面的匕首收好。月哥哥，我们就要这匹马好不好呀？瑶瑶好喜欢它呢。好。公主啊，这匹马脾气野，性子烈，奴才唯恐它伤了您呐。小黑不凶呀，它很温和的呀。不是，你看，小黑转个叉给瑶瑶看呗。威风凛凛的骏马鼻子呼噜呼噜的喷气，然后乖乖的转了一个圈，然后还凑过来把顾北玉挤开，过来跟小江瑶邀宠。管事太监等都看傻了，他们这只马成精了吗？而顾北玉也有点十分无语。3日后，云淡风轻，秋高气爽。哥哥，你是怎么驯服了小黑的呀？他怎么有点委屈呢？我没打他。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所以才更好奇的嘛。我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了。哦，小黑翻了个白眼，这个臭小子坏得很，不但不给他吃好吃的，竟然还拿针扎他的马屁股。殿下，您真的决定要这么做了吗？四皇子并没有急着说话，他掀开帘子，看向窗外不远处兄弟们的马车，尤其是7皇子、9皇子打闹得厉害。当年我母亲窥探天机，算出未来我的这些个兄弟们会互相残杀。当然了，还有我也难逃。既然如此，还不如把一切美好都停留在这个时候吧。可有了一点意外，当年大小姐的推演中，那位小公主并没有参加这次秋检围猎。皇兄皇帝们都最宠爱瑶瑶了，既然如此，就一起送他们上路吧。是。公主，你怎么了？小麒麟对恶念的感知十分敏锐，其实他最开始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了嘉禾帝跟陈后身上都有黑色的恶念，也不难怪会有，毕竟他的便宜爹娘确切点来说并不是好人。不过现在小江瑶却感受到了浓烈的恶念，对方好像是突然造成了十分大范围的杀戮。小江瑶沉默了太久，顾北玉有点疑惑，公主，如果不舒服了，我送你回马车上。不，公主，陛下问你是在马车之中用午膳，还是去他那边？父皇那边都有谁在啊？几位皇子都在，不过陛下说了，你若是累了，就在马车这边休息。我去父皇那边吃午膳吧。此时其他几位皇子都到了，正坐在下手，午膳异常的丰富。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圆滚滚的佛珠突然滚到了小江瑶的脚边。四皇子的表情算不得好，他虽然是一个十分沉得住气的人，但母亲唯一留下来的遗物
突然莫名其妙断裂，佛珠滚落一地。为什么？竟然是连最后这点念想都不留给他了吗？四哥，这是你的吧？谢谢瑶瑶。可就在两个人的指尖触碰的瞬间，小佳瑶好像看到了什么，眸子猛然一缩，手一抖，那本该递到四皇子手中的佛珠突然再次跌落在了地上。公主，刚才累坏了，要不先回马车上休息吧。瑶瑶，如果累了就去休息吧。不了，瑶瑶饿了呢。小佳瑶抬起巴掌大的小脸儿，心头闪过很多的事情。饶是十分聪慧，但还是被刚才从四哥身上的未来给吓到了。死了，那么多人都死了，漫天的鲜血，还有嘉禾帝暴怒绝望的嘶吼。为什么会这样呢？快，瑶瑶坐到父皇身边来。他偶尔会偷偷抬起头，看向坐在下面位置的四哥，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温柔的哥哥，想要杀了他们所有人。但更让小佳瑶感觉费解的是，为什么四哥身上会同时拥有恶念跟金光呢？是因为那串佛珠吗？休息够了，大队伍再次启程，但四皇子的心情十分不好。这个小妹妹怎么突然非要赖在他的马车上？小佳瑶上了马车后，一直在看着四皇子。她其实有点费解，毕竟自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未来，但为什么四哥的未来跟之前不一样了呢？如果这次事情会死好多的哥哥，那他之前看到了二哥他们的未来又是怎么回事啊？瑶瑶，怎么这样看着四哥呢？因为四哥哥好看呀。瑶瑶，我这马车不太舒服，你其实可以去父皇的马车那里。小佳瑶却还在冥思苦想，应该怎样阻止四哥呢？糟糕了，自己阻止不了，因为他不知道四皇子是怎么谋划的，也不知道他手下有多少人，更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动手。黑漆漆的大眼睛立刻闪了闪，然后小奶团子凑过来，在四皇子的脸颊上突然留下了一个亲亲。四哥哥说的对啊，你这马车的确不舒服，那瑶瑶去找父皇啦。还有四哥哥，你这手串真好看，你戴着最好看了。小奶团子转身出去。爹爹，瑶瑶突然右眼跳个不停，十分不舒服，要不咱们不去打猎了，回宫好不好呀？好，宣朕的旨意，摆驾回宫。所有接到这个旨意的人都懵了，不过大家疑惑归疑惑，谁都不敢来质问嘉禾帝，毕竟脑袋就只有一个。去查一下父皇为何突然改了主意。是。但调查结果出来后，四皇子的脸色变得十分古怪，竟然是因为瑶瑶。少主，因为大雨，那些火器都是不能用了，而我们的人都埋伏在前面的路上。阁主说这次行动取消了，都怪他那个娇滴滴的小妹妹呀。青颜姐姐，隔壁住的是谁啊？是四殿下。我睡不着了，我去隔壁看看四哥去。殿下，小公主来找你，已经在门口了。让她进来。殿下，不可轻举妄动，外边都是禁军侍卫，陛下专门派了很多人保护她，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动她。闭嘴。四哥哥，你这屋子里面好冷呀，让人燃一些炭火吧。这里冷，你还是不要。小公主的这声哎呀，顿时让屋子里面的几个人都紧张起来。青颜更是连忙把小公主给抱了起来，放在旁边的榻上，仔仔细细的检查。四皇子示意人把茶杯碎片收拾走，不过在那东西拿走之前，多看了一眼，上面并没有血色。四皇子突然就想起这个宝贝妹妹之前印在他脸颊上的亲情了。他半垂眼，袖子底下攥着的拳头缓缓松开。罢了，
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父皇过分的纵着她，那也不是她的过错。陈后害了许多人，那也不是这小姑娘的错。瑶瑶，怪下人没有打扫干净，你的脚不疼吧？不疼呢。刚才你是不是不小心摔坏了茶碗？四哥哥，你没伤着吧？四皇子感觉手腕上的佛珠在微微发烫，神奇的是心头的戾气竟然一点一点的消散了。他刚要张口，突然从窗外飞进来一支箭，四皇子第一反应就是把娇滴滴的小妹妹给护在怀中。外边有好多箭穿透窗棂射了进来，与此同时，走廊上有人奔走大喊：有刺客护驾！血腥味在房中弥漫。四哥哥，你受伤了？不过四哥的表情真的好奇怪呀，好像不是疼，而是十分郁闷。不一会儿人就都被抓住了，是早些年不满嘉禾帝暴政，所以来刺杀他的。嘉禾帝没有受伤，但在确定人被抓住后，第一个奔过来看宝贝女儿。父皇，小瑶瑶都要吓死了，幸好四哥当时反应快，救了我，可是他却受伤了。老四，你是一个好人，又知道照顾妹妹，回宫后朕有赏。谢父皇。嘉禾帝见女儿没事，又加派人手保护她，让她回房休息，自己自然是去忙碌别的了。四皇子的房间终于安静了下来。殿下，您可真高明，这样一来你特意救了小公主，嘉禾帝以后会多看您几眼，您以后的机会就更多了。四皇子满眼暴躁。不，他并不是特意的，而是总之就是让人特别烦躁。一是大雨停歇，之前那股刺客并没有给嘉禾帝他们带来什么麻烦，重新赶路回都城，接下来一路上再也没有出现什么麻烦。糟糕，忘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去秋显围猎了。那玉哥哥要怎么样才能遇到他的奇遇啊？就在这个时候，有急报发来，说是北部皇家猎场发现了奸细，刚好怀襄王班师回朝，正好抓住了那些奸细。猎场奸细，如果不是瑶瑶突然说要回来，恐怕他们就要撞上了。另外，那驿站时候遇到的刺客也是准备不充分，也是瑶瑶的功劳呀。瑶瑶，父皇跟怀襄王约了喝酒打猎，你说父皇要不要去？这么一趟太折腾了，而且之前在驿站，瑶瑶好害怕呢。父皇去跟怀襄王叔叔叙旧吧。我上次看4哥、7哥、9哥他们也好累的样子呢。嘉禾帝一想也是，最后大手一挥，只让二儿子景王陪着自己前去，其他儿子们都让回宫了。小江瑶立刻又跟嘉禾帝撒娇，说他好喜欢小兔兔，说让顾北玉跟着大部队继续去猎场，帮他抓小动物回来。这是小事情，嘉禾帝自然应允。顾北玉扫了一眼单纯可爱的小奶团子，什么都没说，然后跟上了景王的队伍。殿下，你说会不会是小公主知道了什么？瑶瑶才多大，她又懂什么？我更担心的是，是否是父皇得到了什么消息，才来了这么一出。就这样，在进入都城的时候，秋显围猎的队伍分作2部分，一部分回皇宫，一部分调转方向，重新前往围猎的地方。而偏偏有人在这个时候趁火打劫，身影一闪，打晕了某辆马车上的马夫，将其换掉。等到青岩发现不对的时候，为时已晚。他们的马车竟然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隐秘的胡同处。夜幕降，秋风凉，小公主江瑶失踪了的事情瞬间传入皇宫。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当时一部分马车回宫，小公主就不见了。那会不会是瑶瑶贪玩，又跟上了陛下他们的队伍？去，派人追上陛下，看看瑶瑶是否跟陛下在一起。
另外让人封锁城门，全城严查。是，皇后娘娘，那这件事是否要知会吏部那边一起协同寻找小公主？这件事低调点做，我担心有人知道后会浑水摸鱼，让瑶瑶更危险了。是。什么？你说外祖父他让人保了瑶瑶？是的，少阁主，那小公主是嘉禾帝的命根子，有了她，许多事情就不用缩手缩脚了。这次嘉禾帝带了大部分禁军去皇家猎场，这边可能以为到皇宫附近了，就放松了戒备，我们竟然真的得手了。可她一个小姑娘，才不到4岁，何其无辜！殿下，那您也是无辜的，大小姐更是无辜的。父债女偿，难道您忘记大小姐是怎么死的了吗？被所有人担忧着的小公主，此时正吃着甜甜的糖葫芦，听陈岗讲到他们一群人去塞北办事，然后遇到了狼。哇，竟然是狼啊！狼是不是很凶？狼不止凶狠，还很记仇呢，所以遇到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小公主，你别听他瞎说，狼崽子也有可爱的呀。你会不会哄小孩啊？啊，别把小姑娘给吓到了，跟宝宝讲什么你死我活的。很快天渐渐黑了，他们一行人到了一家客栈。陈岗叔叔，我从小到大都是青妍姐姐陪着我睡的，不然瑶瑶认床会睡不着的，你就让她陪着瑶瑶好不好嘛？行，那你们在这间房住，不过她会一直睡着。你有什么需要，比如饿了之类的，可以在门口喊我们。好的。放下了一些食物跟水后，他们就出去了。这小公主真是乖巧可爱的让人心疼，希望到时候阁主做任何事情都不要伤到她。陈岗没有说话，但他心中也是这么想的。公主，奴婢这就带您逃走。不急，青妍姐姐，你饿了大半天吧，先吃点东西吧。这百利饼跟甜糕虽然冷了，但还能吃，有力气了，待会儿咱们才可以跑呀。青妍也不矫情，点点头，连忙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窗户是封死的，门也被锁上了，而且他们还有夜巡的人。刚才上来的时候，我看掌柜跟阿达叔叔他们是认识的，跟许多人打招呼了。青妍差点被噎着，十分震惊地看着自家小公主。公主，你不害怕吗？我不害怕呀，阿达叔叔他们对我很好呀。这些人肯定居心不良，切勿被他们的表面善意蒙蔽了。绑架你，可能是为了要对付陛下，只是眼下不知道他们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公主，我们还是得尽快离开。待他们人多，我们可能只能够制造出混乱，然后趁乱离开。都听青妍姐姐的。瑶瑶怎么会失踪了？去，调动所有人去找瑶瑶。如果瑶瑶出了事，朕要你们所有人陪葬。是，这件事暂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是怀襄王那边。是。可嘉禾帝不知道的是，刚来到皇家猎场的怀襄王脸色比他的还难看。什么？你说小少爷偷偷跟来了，然后突然人不见了？王爷放心，属下肯定会把小少爷找到。快去！今夜的猎场莫名喧闹。半夜时分，不好啊，遭水了！哪里着火了？快，先去看看小公主有没有被吓到。可谁能够想到，就是小公主的房间开始起的火，那火势竟然很快直接把隔壁2个空屋子都给点着了。小公主会不会已经……青妍已经顶着沾水的棉被，抱着怀中的小公主趁乱往外跑。结果他们刚跑到客栈的后门口，却突然看到了数道黑影被火光映照了出来。那些人拔剑后立刻跟客栈的人就打了起来。
青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无比。他们也太倒霉了，竟然遇上了陈岗那群人的仇家。姑娘，你这是来这里住店的吧？是的，小女子只是回家探亲路过，在这里住店。哦，那你怀中抱着的是什么？黑衣人突然笑了一下，结果下一刻就挥剑朝青岩的肚子上砍了过来。青岩却找到机会，直接将旁边的树桩一脚踹了出去，砸中了那人的脑袋。他也不恋战，抱紧小公主，立刻就跑进夜色里。可那个黑衣人回过神来，竟然穷追不舍。公主，你在这里躲一躲，我去把这些人引开。你千万不要出声，等我回来找你。好的，星妍姐姐一定要小心呀。进了破庙后，她乖巧地躲进供桌下面，结果下一刻却看到了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小娇瑶连忙伸出小手捂住了他的嘴。小哥哥，不要叫，外面有坏蛋呀！你不叫了，我才松开你，好不好？他下意识地选择听话，点了点头。小哥哥，你受伤了，伤口会流血的，要包起来，瑶瑶给你包哦。你是蛇仙派来救我的小仙女吗？不是呢，我是遇到坏人，然后跟家人失散了，实在是太害怕，就躲在这里了。我也是，我叫小远，你呢？我叫瑶瑶。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小娇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跟小远靠在一起，阳光照了进来，空气中是青草叶子的香气。小娇瑶愣了愣，也就是说，整整一晚上，青妍姐姐都没有回来吗？青妍姐姐遇到什么危险了吗？不过不应该呀。小娇瑶看过青妍姐姐的未来，青妍姐姐未来会活到80岁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许多人闯了进来。慕容叔叔，你终于来了。小少爷，你受惊了，没事吧？随卑职回去吧，王爷很担心你。哦，瑶瑶，我们得救了，这是我父皇手下的慕容叔叔，你先跟我走吧，然后你家在哪里，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世子，这个小姑娘你是从哪里捡来的？我被追到这里就遇见她了，她也遇到坏人了，跟家人走散。慕容叔叔，你能不能帮瑶瑶找到家啊？这个容易。好了，小世子，我们现在动身吧，晚了王爷该担心了。好。小佳瑶有点犹豫，可这么久了，青妍姐姐还没有回来，她或许可以跟着小远他们先回到父皇身边，然后让父皇派人去救青妍姐姐。谢谢小远。那你家在哪里啊？我家在都城。小远虽然很想立刻送小佳瑶回家，但慕容涛坚持他们一行人最后先去皇家猎场。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小佳瑶松了一口气。去皇家猎场最好了，爹爹正好在那。1天后，一行人终于在皇家猎场入口处停了下来。瑶瑶，我去见见我父皇，待会儿就回来陪你玩。小远哥哥，你快去吧。确定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里的时候，连忙偷偷地跑了出去。这边是怀香王的营地，对面不远处就是嘉禾帝的营地。你这个臭小子，竟然自己偷偷跑出来！偷偷跑出来也就算了，你竟然还那么倒霉，遇上了山匪。幸亏没有出事，如果你出了事情，你让父王我怎么活？怀香王越想越后怕，小远理亏，挨了这些下后，规规矩矩地认错。小远，父王听说你捡了一个小姑娘。对啊，是瑶瑶。父皇，我当时在破庙中害怕极了，幸好瑶瑶出来，她一出来我都不害怕了。瑶瑶特别可爱，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漂亮的小妹妹。她怕不是什么山灵精怪吧？瑶瑶那么好看，那么可爱，怎么会是山灵精怪？
父皇，等我们去都城送瑶瑶回家，好不好？行啊，既然小远这么喜欢这个小姑娘，等回了都城，让管家跟着，回头可以给你们定个娃娃亲。怀襄王拗不过，就说让他把小姑娘带过来瞅瞅。小远立刻撒欢地跑了出去，找到了安着瑶瑶的帐篷。结果掀开帘子，里面却空空如也。瑶瑶去哪里了？没有在里面吗？可我刚才离开，她一直在这儿的。小江瑶已经迈着小短腿离开了怀襄王的营地，来到了嘉禾帝的营地附近。可就在他打算往前走一步的时候，突然看到有2个人骑着马慢悠悠地出了营地。江瑶知道顾北玉这个时候出去可能是会有奇遇，他也不想打扰他，也就没有出声相认，小小的身子躲在了旁边的大树后。顾北玉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奶甜味儿，特别像是小公主身上的。这马本来就极其喜欢小江瑶，更能够感受到她身上温和的圣兽气息。所以在闻到小江瑶的气息后，小黑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撒蹄子就朝小江瑶跑了过来。顾北玉被这个变故弄得有点怔了。什么人？目瞪口呆。不得了了，娇贵的小公主竟然从皇宫直接飞到皇家猎场了。我的瑶瑶啊，真的心肝儿啊！爹爹不哭，瑶瑶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朕没哭。爹爹没有哭。小江瑶乖巧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父皇，你快点让人去找青颜姐姐吧，她为了瑶瑶引走了坏人，现在下落不明。好，朕让他们立刻去找人。与此同时，这边找不到瑶瑶的小世子都要急哭了。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姑娘进了那边陛下的营地里。什么？找什么小姑娘？是不是要来跟朕抢瑶瑶的？难道瑶瑶被绑架？这里面还有怀襄王的事儿。爹爹，是怀襄王的人这次救了瑶瑶呀，而且当时在那破庙之中，多亏了有小远哥哥，不然瑶瑶一个人可害怕了呢。啊，对，有这件事来着。那朕要大大赏赐他们。快，让怀襄王进来。瑶瑶，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我来这里找我父皇呀。他是你父皇？小远，不得无礼！我的乖乖，他儿子可真了不得呀！随手一捡就把楚国最尊贵的小公主给捡回来了。今晚设宴，感谢淮安救了朕的瑶瑶，咱们不醉不休。臣遵旨。怀襄王也咧嘴一笑，心情大好，先带着依依不舍的儿子回了隔壁营帐。小远，你真喜欢那位瑶瑶公主吗？喜欢，瑶瑶最漂亮最可爱了，儿子喜欢跟她一起玩。那父王就想想办法，可以让你们在一起一辈子吗？真的吗？玉哥哥，你若忙就去忙吧，瑶瑶这里有这么多宫女姐姐照顾了呢。他们不知道你的习惯。小江瑶很敏感地感觉到顾北玉不太开心，但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开心。他就想着不能影响顾北玉的奇遇呀。玉哥哥，刚才你们是要去哪里啊？徐毅说，西边林子里有兔子。啊，小兔兔，我也要去。一刻钟后，徐毅看着眼前的顾北玉，还有他怀中的奶团子。你要带着公主一起去啊？西边林子是猎场边缘，也没有猛兽，我们抓一只兔子就回来。他们身后不远处还跟着一些禁军，是嘉禾帝派来保护小江瑶的。因为人太多了，一些小动物都被吓跑了，导致他们走了许久也不见小兔子。玉哥哥，
我在这里玩一会儿，等你们吧，不然侍卫哥哥们跟着，小兔子都会被吓跑了呢。可是，你会不会有危险？不会的，瑶瑶不乱跑呢。顾北玉想了想也是，然后他就跟着徐毅骑马朝林子更深一些地方走去。顾北玉，你想不想以后可以建功立业？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家殿下很看重你，你深得小公主的信任，但是小公主长大以后迟早是要嫁人的，你何不提前选一棵大树依靠？那些事情都太遥远，北玉现在还不想。这个叫未雨绸缪，而且你也知道，我家殿下距离那个位置最近了，你的身份注定尴尬。倘若你能为我们殿下所用，以后肯定是前途无量。我知道这事儿不那么简单，但你也多考虑考虑吧。那儿有兔子！徐毅立刻搭弓射箭，瞄准那抹白色。顾北玉来不及阻拦，因为公主想要活的，结果那箭雨已经飞了出去，鲜红的血喷到了白色的毛团子上。我居然射得这么准，哈哈！看来今天的晚宴能加道菜了。徐毅，别过去！拨开草丛，徐毅顿时吓得跌坐到地上，脸色惨白。白虎暴躁地扑了过来，下一刻又有一支箭射了过来，没有射中他，但却阻挠了他对徐毅的进攻。白虎的愤怒瞬间转移了，他凶狠狠地瞪向了顾北玉，龇牙咧嘴。那边徐毅惊魂未定地反应过来，连忙爬上马，他什么都不顾了，吓得转身就跑。可就因为他动了，所以那白虎好像是知道挑软柿子捏似的，竟然拔腿就朝徐毅追了过去。这个蠢货竟然朝公主休息的地方跑了过去。小黑，快追过去保护公主！可顾北玉还是晚了一步。当他赶到的时候，徐毅已经从马上摔了下来，周围那些侍卫也好几个受伤了，而那只白虎已经来到了小公主跟前。你受伤了吗？很疼吧？那我给你治一治，好不好呀？周围人的敌意太浓烈了，白虎立刻冲那些人呲了呲牙，最后叼着小江瑶的衣裳，就把他给甩到了自己背上，然后拔腿就朝森林里跑去。你放我下来，在这里就可以给你治疗，他们不会伤你的呀。顾北玉离得最近，他连忙狂追过去，小黑都要跑出残影了，眼看着就要追上了，却听到了哗哗的水声。原来是白虎受到了惊吓，慌不择路，竟然跑到了悬崖边。白虎想要停住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直直地冲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顾北玉双腿踩着小黑的背，猛然跳跃了起来，抓住了小公主的衣衫。可他也随之失去了平衡，身子不断地往下坠落。玉哥哥，很好，这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终于在他的身边了。悬崖极高，他们下落了许多，才撞入了潭水之中。不知道过了多久，小江瑶再醒来的时候，他们竟然已经被救了。中间好像是缺失了一段记忆。玉哥哥呢？顾少爷受了伤，但没有事，就在他原来的帐子里休息着。那我昏了多久？你们什么时候找到的我们呀？您出事后丢了1天1夜，后来陛下差点让人抽干了那个湖，幸好在浅滩找到了您跟顾公子。还有那只伤了你们的白老虎，那白老虎还没死，但陛下让人把老虎抓了回来，说养几日肥了就剥皮给您做垫子。什么？小江瑶顿时从床榻上跳了起来，然后就往外跑，结果半路上撞见了顾北玉。公主，你这是怎么了？玉哥哥，快带我去看小白，他之前是受到了惊吓，不是故意要伤我，千万不要让人扒了他的皮做垫子呀。小世子听说这老虎差点害死瑶瑶，十分愤怒，
正拿着石头砸关在笼子里面的白虎。瑶瑶，你好些了吗？小远哥哥，你为什么要打小白？谁是小白啊？这只老虎。我打他，因为他差点伤了你啊。小白不是故意的，你也不要再伤他了。你可不可以把笼子打开，让小白出来啊？不是，公主啊，您别为难卑职啊！这老虎那可是十分凶残，可别伤了您啊！小白不会伤人，它很可爱的。瑶瑶，这老虎十分凶，你往后退一退，可别让它伤到了你啊！把钥匙给我。这，你要违抗公主的命令吗？不敢。顾北玉拿过钥匙，就转过身去开笼子上的锁。你疯了吗？这只畜生放出来，伤了瑶瑶怎么办？我信公主说的话。公主说这老虎不会伤人就不会。小世子若害怕，就躲远一些吧。漂亮的大白虎慵懒地做了一个拉伸动作，然后慢悠悠地从笼子中夺了出来，来到小江瑶跟前，双膝跪地，低下了那毛茸茸的巨大头颅。你们看，我就说吧，小白很乖巧，很可爱的。小公主收服了猛兽这件事传来的时候，嘉禾帝正在跟怀香王喝酒。真的吗？瑶瑶竟然如此厉害，驯服了那凶猛的野兽。回陛下，的确是真的。那野兽对其他人很凶，但在小公主跟前儿却乖巧如猫。后来奴才听人说了，之前那匹黑色宝马也是桀骜不驯，但却偏偏被小公主给驯服了。咱们的瑶瑶公主可真是十分厉害呀！嘉禾帝就乐意听别人夸他家瑶瑶，立刻说让赏。结果转过头来，发现怀香王脸上的笑容比他的还要盛。淮安老弟，你怎么也这样高兴啊？恭喜陛下得福女如此，臣当然也是替陛下高兴啊。的确，朕的宝贝瑶瑶就是福女下凡。陛下，您看瑶瑶这么可爱，我家小远也跟瑶瑶很合得来，这两个孩子很合适啊。嘉禾帝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凝了一下，心头涌起浓浓的不悦。不过理智还在，毕竟现在怀香王手握大楚一半的兵力，倘若瑶瑶真的嫁给小远那孩子，不，舍不得。这个还为时尚早，孩子们还小，以后再说吧。几天过去，这边嘉禾帝拔营启程回都城，怀香王同时启程。小远闹着要跟小江瑶乘坐同一辆马车。小世子，你确定吗？是的，我已经禀告过陛下跟父王了。顾北玉直接让开位置，小远很高兴。结果他一掀起帘子，就看到那只大白虎竟然盘窝在了马车上，娇滴滴的小公主竟靠在老虎的身上。小远的脸顿时惨白无比，他颤巍巍地放下了帘子。突然想起来有事情问父王，本世子先告辞了。他们启程回都城的时候，小江瑶已经被找到的消息还没有传回来。殿下，您要去哪里？我去联系分堂主，问他们到底把瑶瑶给送到哪里去了。少主，您可不能坏了阁主的大事啊！还是那句话，虽然瑶瑶公主无辜，但其实从她成为嘉禾帝最在乎的女儿开始，她就不无辜了呀。倘若您一意孤行，让阁主的所有布局都毁于一旦的话，您对得起阁主吗？她可是这个世上唯一在乎您的亲人了呀。四皇子站在那里，他抬起头看着阳光照了进来，暖暖的阳光落在他的脸颊上，像极了那天可爱的妹妹落在他脸颊上的亲亲。可是瑶瑶也是他的亲人啊。陈月宁，你不只是一个母亲，你还是一国之后呢。作为皇后，变成你这样狼狈，成何体统？可我连一个母亲都没有做好，瑶瑶还那么小，
我都没有护好她。倘若可以换瑶瑶平安归来，这皇后之位我不要也罢，这命我也不要了呀！放肆！看着他哭花了的脸，而且又不是犯了什么大错，到底是爱女心切。最重要的是那个小丫头丢了，太后也心里面怪不得劲儿的。对外宣称瑶瑶已经回来了，将福喜宫关了，不许任何人去探望，一切等陛下回来之后再定夺。皇后，你要稳住，倘若你不稳住，瑶瑶就是还活着，可能也会变成死了的。可是哀家乏了，退下吧。青烟姐姐，你回来了，太好了呢！瑶瑶好担心你啊。公主殿下，这白老虎……哦，这是我家大白，只想给他起了小白的名字，他认为不好听，就改成了大白。确定小姑娘没有受伤，甚至也没有变瘦后，她彻底松了一口气。嘉禾帝回宫的时候，柔妃正亲手做了瘦肉羹，打算给嘉禾帝送来，以示自己的贤惠、温柔、懂事。皇后娘娘，您的脸色这样难看，有没有让太医给好生看看？你在教本宫做事？本宫跟陛下有要事说，你且在外边候着吧。贱人，想要趁着这个机会争宠，你去做梦吧。陈后直接提着裙角就进去了。娘娘，怎么办？时间长了，这羹就不好吃了。江瑶出事，陈后肯定无法淡定。他说不会跟陛下起冲突，一起看吧。过不了1刻钟，他肯定会被陛下赶出来。娘娘英明。皇后娘娘，陛下在里面还有事情处理，怀襄王也在里面，您这样会殿前失仪啊。本宫管不了那么多了，本宫要跟陛下说瑶瑶的事情。结果等到陈后推门闯进去后，看到里面的一幕，顿时愣了。瑶瑶，母后，瑶瑶，你们都退下吧，这件事明日再议。是，陛下。娘亲，你别哭啊！您看，瑶瑶这不是好好的吗？陛下，你早就救回了瑶瑶，怎么不告诉我呀？担心太早告诉你，消息被有心人截了，瑶瑶更危险。陛下，您抓到绑架瑶瑶的凶手了？不止一伙人，已经有了眉目。皇后，你这几日辛苦了。我家瑶瑶都瘦了，走，回未央宫，母后差人给你做好吃的。小江瑶刚要说好，但抬起头就看到了暴君爹爹眼巴巴的表情。娘亲，马上要到午膳时间了，要不就让人买好吃的送来，咱们一家3口吃呀。好。陈后听到女儿说一家3口这个词语，内心暖暖的，而嘉禾帝更是目光温柔地看了看自己的皇后跟女儿，立即宣召全和去准备午膳。赵总管，本宫在这里等候多时了，你帮忙进去通报一声吧，不然本宫帮陛下亲手熬的羹都冷了。娘娘，奴才已经禀告过陛下了，陛下说让你回吧，待会儿他要与皇后娘娘跟小公主一起用膳，你这羹还是端回去吧。该死的，陈后这个贱人竟然没有跟陛下起冲突吗？还有，他刚才那副鬼样子，明晃晃的是殿前失仪呀。可柔妃忘记了，所谓殿前失仪是陛下不喜了，你做什么都是错的，都是失仪。陛下若是喜欢你做了错事，也只会认为你可爱。在太医给诊治身体无碍后，陈后这才放心，亲自送女儿回福喜宫。
这里怎么会有凶兽？是有人要害瑶瑶吗？侍卫呢？赶紧来保护本宫跟瑶瑶。娘娘，这只白虎不会伤人，而且它是被公主收服的猛兽，名字叫大白，最听公主的话。当真？大白，你吓坏我娘亲了，赶紧跟她赔不是。陈后有点恍惚，女儿竟然对野兽说话，野兽又听不懂。漂亮威风凛凛的白虎突然前爪往前一矮，结结实实的给陈后行了一个大礼。陈后顿时震惊了，啊，这野兽竟然如此通人性。娘亲，大白可聪明了，而且跟我可亲了呢。陈后看了看那只乖巧的野兽，又看了看更加乖巧可爱的女儿，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女儿是有本事的，之前驯服烈马的时候就知道了。而且虽然这野兽可怕，但如果真的能护着瑶瑶，以后瑶瑶的危险也会少一些吧。陈后离开后，小佳瑶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醒来的时候，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儿。推开窗，正好看到窗下的短褂青衣少年正在摆弄着什么东西。玉哥哥，刚才你在做什么呀？哦，我在做灯笼，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公主，这个姿势您容易摔。顾北玉的话还没说完，粉色的一团小公主就从窗棂那掉了下来。顾北玉连忙伸手去接。果然容易摔出来呢，不过我有玉哥哥呀。我去让青叶姐姐他们给你加件衣裳。公主，你穿的太少了，会着凉。不要，喊他们的话就不允许我这个时候出来玩了。大白，你过来一下。还别说，特别暖和。这一刻，顾北玉竟然神奇地忘记了心中的仇恨，心境十分的平和，就连身上刚有的伤口都不那么疼了。可他却不知道，小佳瑶每次找机会靠近顾北玉，就是要给他治疗身上的伤。那等8月15，玉哥哥带瑶瑶出去玩吧。公主，前段日子你差点遇到危险，中秋节街上很乱，你不适合出去。只要你不说，我不说，大白不说就可以了呀。玉哥哥，好不好嘛？不行，你的安全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玉哥哥。小姑娘突然凑过来，对着顾北玉的脸吧唧就是一口。吧唧又是一口。好。玉哥哥最好啦。比白世子要好吗？那是当然了。比几位皇子们呢？也比他们好。顾北玉的心底闪过一抹柔软，这可能是他黑暗人生的几年里唯一的那一束光。夜深路重，公主还是回房休息吧。如果着凉生病了，过几日中秋节就不能出去玩了。但我不走门，玉哥哥，给我举高高送回去吧。好。青衣少年抱着粉衣小公主直接跃起。玉哥哥，你会飞了呀？其实瑶瑶也会飞，比你飞得更高呢。以后瑶瑶带你飞。好。顾北玉莞尔，给小公主盖好被子，这才离开。真好，今天跟玉哥哥的关系又更近了一步呢。还有4年多的时间，他有信心可以跟玉哥哥成为最好的朋友。小佳瑶知道自己还年幼，可他还是想要竭尽全力让暴君爹爹跟顾北玉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为了这个家，小麒麟真是操碎了心呐。消息也传到了皇子所，所以几个皇子们就商议了一下，决定去福喜宫探望瑶瑶。3皇子5皇子都不在宫中，年长的皇子之中，其实属4皇子最不好相处了。可9皇子把狠话都撂出去了，只好硬着头皮来。九弟，有事吗？我
四哥，我们几个商议要去福喜宫看看瑶瑶，你一起去不？好。什么？九皇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跟出尘仙人似的四皇兄，竟然开始吩咐工人带一些礼物给瑶瑶了。竟然这么容易就答应了吗？还真是四哥。永王淡淡地看了一眼这个四弟，没有说话。第一次知道四弟也这样在乎瑶瑶。二哥那么繁忙都来了，我们几个闲人当然更有时间了。毕竟瑶瑶是父皇最宠爱的女儿。几个皇子对视一眼，有的藏住暗光，有的不明所以，有的却嘴角微扬，笑意不达眼底。10来个皇子，但至少有100个心眼子。很快，嘉禾帝知道了这件事。见孩子们如此和睦，嘉禾帝顿时龙颜大悦。走，百家去福喜宫。小佳瑶并不知道，就连父皇都要过来。他正甜甜地跟几个哥哥打招呼，并且邀请他们留下来用晚膳。几个年纪大的自己可以做主答应了，而年纪小的就让小太监回去问母妃。最后问到了四皇子这里，小佳瑶满眼期待地看着他。这位可是第一个要弄死其他兄弟的人，如果可以让他放下心中的戾气，那就可以让所有哥哥们都更安全一些了呀。好，四哥哥，太好了！我也答应留下来用膳了，为啥瑶瑶就没有这么高兴呢？人家四哥从来没有在福喜宫用过膳，你都来福喜宫吃过多少回东西了，心里没点数吗？可我能够有什么办法？谁让福喜宫的吃的最好吃了？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越来越好了，真好。其他的弟弟还小，并不懂事，但老二这样说，明显就是阴阳怪气。瑶瑶，你新婉姐姐很想念你，她还说着呀，大婚之前要再来看一看你呢。那好呀，改天我发帖子，单独邀请新婉姐姐来，就她自己来。好。陛下驾到！嘉禾帝一进来，目光扫了一下，暗暗记下都来了哪些儿子。父皇，你怎么来了？听说你这里很热闹，就过来瞅瞅。瑶瑶不会反对父皇也留下用晚膳吧？当然不会啊，哥哥们肯定也会很开心的，是不是？其他皇子纷纷上前给嘉禾帝见礼，脸上堆满了笑容。不管心里开不开心，但是脸上得十分开心呀。本以为今天都够热闹了，不一会儿，外边有人来报，是郡主顾兰渊、白梦桃，还有白梦桃的弟弟小世子白修远来了。看到嘉禾帝在，3个孩子都愣了一下，老老实实的见了礼。一群人开饭后，都规规矩矩的用膳。几十个人的花厅特别安静，不过嘉禾帝还有事，过一会儿就走了。他一离开，所有人都齐刷刷的松了一口气，花厅的气氛也欢快了一些。瑶瑶，好些日子不见你了，都想你了。你想我吗？我想你啊，小眼哥哥。瑶瑶，这块玉佩送给你。昨天听到父王说让母亲找时间进宫来给他们订婚，白修远听到后开心坏了。反正瑶瑶以后会是他的妻子，那么把本命玉佩送给他也是应该的呀。公主，您快去院子里看看，兰渊要拿鞭子抽大白。啊！小江瑶顿时把玉佩塞回小远的手中，转身迈着小短腿就要朝院子里跑。兰渊，你就算了吧，这只白虎只听瑶瑶的，根本不会听你的话。肯定是这只野兽太温和了，我看它都没有攻击任何人。瑶瑶可以驯服它，我肯定也可以。对待这种野兽，用鞭子就行了。他说完之后，就对着那只卧在院子里的白老虎反手抽了过去。白老虎在小江瑶跟前是大白，而且它也有灵性。在小江瑶交代了不许伤人后，它大部分都是很懒洋洋的模样，而这次不同，顾兰渊是要拿鞭子抽它。
这白虎不能惯他这毛病啊，所以一爪子就拍断了那鞭子，下一刻就张开了血盆大口，对着顾兰渊的脑袋嗷呜就是一口。大白，大白已经把顾兰渊的脑袋含在嘴里了。听到小江瑶的声音后，顿时乖巧地停顿了一下，然后就用舌头把顾兰渊给吐了出来。大白还连吐了好几口，被顾兰渊身上的脂粉味道给熏得打了好几个喷嚏。下次他还是不要含着玩了，太恶心了。而顾兰渊满脸是大白的口水，已经昏过去了。旁边站着的白梦桃看到这一幕后也被吓晕了。青颜姐姐，你们快看看他们怎么样了。不过小江瑶心里有数，两个表姐应该是被吓到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伤，心理上就不知道了。瑶瑶，你为什么不斥责你的老虎？他差点伤了人，你得鞭笞他，不然他绝对不会长记性的。还有，这等危险的猛兽，你还是快些送走吧，在你身边太不安全了。可是大白没有犯错呀，是兰渊表姐要先动手打他的，而且他也没有伤到兰渊表姐呀。至于吓晕了梦桃姐姐，大白也不是故意的。可他只是一只畜生。小江瑶听到这句话后，小嘴巴直接抿直了。小奶团子生气了。顾北玉跟着小江瑶这么久，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生气，这个小世子啊，不足挂齿。可是在我看来，大白是瑶瑶的家人。怎么，小婉哥哥，你是对瑶瑶的家人有什么意见吗？白修远顿时傻了。开玩笑呀，瑶瑶的家人可都是皇亲国戚，他的亲爹还是嘉禾帝，谁敢对他的家人有意见？这里一打的皇子们，每人一拳就能把他给打成渣渣。小世子到底还是太年幼了，不知道说什么，红了眼，握紧了手中的玉佩，十分难受。瑶瑶，我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太医那边说两位小郡主都没事了。今日这么多人，不适合你送他东西，先跟我走，我们改天再来。好。白修远三步一回头的走了。而这边顾兰渊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叫嚣着要杀了白虎。竟然敢吃人！瑶瑶，这种畜生就应该砍了，扒皮做成地垫。兰渊表姐，我家大白不吃人，而且在你来之前，都很多人提醒过你了吧？你为什么还要故意招惹他？我？兰渊表姐，你走吧，以后福喜宫不欢迎你。瑶瑶，你就为了一只畜生，你竟然这样对我！当年我打顾北玉的时候，你也没有说过再也不让我进福喜宫啊。当时玉哥哥还不是我福喜宫的人，而现在他是了。如果现在你欺负他，我不只会让你再也不许进福喜宫，我也不会喊你兰渊表姐了。福喜宫的人都是瑶瑶在乎的人，甚至也包括小黑大白。你看不上他们，就是看不上瑶瑶。顾兰渊突然哇的一声哭着跑了。这次聚会终于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结束了，所有的皇子们都离开了。实际上几位年纪大的都有事情提前走了，除了四皇子。夕阳将绮丽的金光洒满了福喜宫，就连大白都被镀上了一层金光。本来就出尘英俊的四皇子蹲在漂亮的小奶团子跟前，从怀中拿出一串佛珠手串。瑶瑶，听说你很喜欢佛珠手串，我手上的这个是母后留给我的，没有办法送你，我特意让人寻了类似的佛珠手串送给你。好呀，谢谢四哥哥。四哥哥，能不能帮我戴上呀？好。漂亮年少的皇子虔诚地把那串手串戴在了妹妹小白藕一样的手腕上，心底暗暗说：瑶瑶绑架的事情，四哥对不起你，幸好你没有出事，以后四哥会竭尽所能去庇护你。
再也不会让你遇到这次的麻烦了。瑶瑶，那四哥要回去了，你也早点歇着。四哥哥再见呀！只有变强，早点成为听风阁阁主，还有就是早点坐上太子之位。瑶瑶，四哥就可以护你一辈子了。小江瑶哪里知道，他本来是想要让皇子哥哥们更加和睦，以后不要互相残杀，但无意间却让四哥更加坚定了夺嫡的想法，而且还不止一个。那些兄弟们会来看瑶瑶，又有几个是真心的？秋风起，桂花落满地，距离中秋节也越来越近了。顾北玉已经完成了99场擂台赛，而且是全胜的战绩。他这次来就是要找那个白衣人加入无相阁。小子，恭喜你通过了第1关，不过接下来还有2道关，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进你们无相阁这么麻烦，你当初也是这么进来的？哎，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顾北玉更加坚定，百里渊应该是在重点考核他，或者说他已经进入了考核的范围内。李老板丢下一句你在这里等着，然后就转身走了。顾北玉，你很不错，我很想收你做义子，不过我的义子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接下来你得战胜饥饿的群狼，而且后边还有更加严苛的考核。当然了，如果你不想做我义子，现在就可以送你黄金100两，你可以安全离开。那么顾北玉，你的选择呢？放狼吧。痛快。玉哥哥，秦墨连忙挑灯过来，发现小公主额头上都是冷汗，小脸煞白。公主，您做噩梦了。秦墨姐姐，玉哥哥在福喜宫吗？傍晚的时候看到他离开了，应该是回顾府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那没事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告诉瑶瑶。好，公主，现在天还未亮，您要不再睡会儿？小奶团子又重新乖巧地躺好，攥着小被子，但是却没了睡意。而小江瑶却想到了刚才的梦境，血红一片，热烈鲜艳的好像是冥界的彼岸花，而顾北玉躺在其中，嘴唇都泛白了，身上的青衫被鲜血染红，颜色十分的绮丽，眼睛却直直地看着小江瑶，嘴角一张一合，小江瑶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小麒麟轻易是不会做梦的，一旦做梦还是这种梦境，那肯定是有预示作用的。所以小江瑶完全没了睡意，硬是熬到了天亮，然后是中午，然后是傍晚，整整1天过去了，顾北玉还是没有回来。玉哥哥，今天就是中秋了，你说过要带瑶瑶出去玩的，你去哪里了呀？公主，今晚宫中有中秋晚宴，你想穿哪件？哪件都可以。那这件粉色的怎么样？公主，你如果不舒服的话，奴婢喊太医过来给您瞧瞧。我想玉哥哥了。公主，奴婢让人去顾府找顾北玉回来吧。青颜姐姐，你能陪瑶瑶出趟宫吗？我们乔装打扮去，快去快回，求求你了呀，青颜姐姐，好不好嘛？小公主撒娇，整个大楚就没人扛得住。青颜只犹豫了1秒钟，就点头答应了。公主，你要去暗街？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地方的？难道顾北玉在暗街？我无意间听说那个地方很好玩，所以很想去。青颜姐姐，我们快些去吧，晚了就赶不回来参加中秋晚宴了呢。公主，你这模样出现在暗街，还是太醒目了。青颜姐姐，你带胭脂水粉出来了吗？有。1刻钟后，青颜姐姐，这样可以了吗？行吧。
公主，你来要从这里进去。不，咱们走后门。但是这里到处都是有人巡视，两人进了一间房，从里面拿了2套衣裳换上。青岩个子高，穿的是这里巡逻的衣裳，而小佳瑶太小了，穿上了一套小打奴的短褂衫。公主，你在这里躲着等我，我这个身份方便去找顾北玉，等找到他后就来这里接你，你可千万不要乱跑。如果有人来，我就躲里面，等你们回来。青岩姐姐，半个时辰如果找不到玉哥哥，你也要回来，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哦。是，公主。你这个小打奴，怎么跑到这里了？快点去打擂台赛！哎，我操，你几岁呀？我今年3岁零9个月了。这他妈到底是谁收进来的？这么小怎么打？到时候表演滚地球蒙死对手吗？你能不能别磨磨蹭蹭的？那边怪客们都说要看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准备好的打奴呢。哎呦我去，这么可爱的小麻团子也是过来做打奴的。哎，行啊，哎，这个有看点，嘿，快点，麻溜点把他给拎过去。老板，有没有人性啊？这小子还不到5岁，这么小的一只，对手可是有大熊之称的熊大，他都25了，他打一个喷嚏，这小家伙就得飞出擂台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要个屁的人性啊！赶紧的，要不然我让你体会体会你老板我的人性。哎，对不起啊，娃娃，下辈子投个好胎吧。难道这个大叔也知道我这次投胎投的不怎么样？阁主，那边几位大人物都来了，正好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您看，您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啊？有多别开生面？就是一个对手是熊大，十分魁梧，那拳头都有我的脑袋大。另外一个是刚来的小奶团子，脸上全都是麻子，不到5岁。这么大反差，贵客们肯定特有兴趣。倒是一直躺着的顾北玉猛然坐了起来，他在听到小奶团子那几个字的时候，心脏猛然一缩。既然这样别开生面，那我要过去看看。好，那就一起去看看。果然是瑶瑶。小玉，你对那个小打奴很感兴趣？他虽然通过了百里渊的测试，但却知道这个老狐狸还没有全部保留的信任他，还需要继续在宫中蛰伏，所以小公主绝对不能出事，一定不可以。义父，那孩子太小了，打起来没意思，我去跟熊大打。你的伤不是还没好吗？虽然伤没好，但打一个熊大还是很容易的。百里渊，这孩子是你好不容易选出来的义子吧？那肯定很厉害，让他上去可就没意思了啊！就是啊！顾北玉面不改色，但却再次攥紧了拳头。小玉啊，以后这种情况多了去了，你习惯就好。你这样的小孩，我一口能吃仨。可我这么可爱的小孩只有一个呀。谁说的？就你这种可爱的小麻子啊！算了，再也找不到另外2个，我就勉为其难只吃你一个好了。你之前吃的时候是直接生吃吗？别废话了，看老子不一拳打飞你！我可以飞多高？熊大猛然捂住了自己的心窝，感觉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不说了，再说他担心会先被气死。就在熊大挥舞着拳头的那一刻，看台上的客人们都兴奋起来。顾北玉的心脏却猛然一缩，愣是把旁边的栏杆都给捏变形了。看来他这个义子有软肋呀。但下一刻，场上的观众们都倒抽一口气，随后激动的热烈鼓掌。熊大还有点懵，他以为是小麻团被他打得飞太远了，连影子都没了。结果四处看了看，却惊讶地发现
小麻团凭空消失了。我操！熊大猛然四处张望，突然感觉后背有点沉甸甸的，就好像是老人常说的那种他背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啊，你别晃了，我都要掉下去了。熊大这一次真的要吐血了。你什么时候跳到我后背上来的？就是刚才你打我的时候呀。你赶紧给老子下来。好呀。熊大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手软，再次一拳砸向这个小孩。下一刻，这小孩又趴在他的背上了。你他妈怎么又上去了？哦，你也没说不让我再上来呀。啊！熊大彻底崩溃了，开始猛然攻击趴在自己身上的小麻团，但对方就好像是一条滑不溜秋的鱼，最后结果就是对方毫发无损，熊大直接把自己给打晕了。很意外的，这场十分荒诞的擂台赛让观众们很满意。那个小麻团挺有意思，虽然小但速度挺快的，以后可以经常让他上台来。顾北玉已经完全放松下来，看着那个被带到后团的小奶团子，嘴角勾起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义父大人，怕是您也没这个能力，让小公主经常来给你打擂台赛吧。擂台赛后台，管事的双眼放光，拿着一杯豆浆给小江瑶。怎么样，好喝吗？得加点糖。鱼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很平淡地嗯了一声，十分自然地把小麻团给抱在怀中，转身就要走。叔叔，您这是要把小麻团带到哪里去啊？他是我的。管事的当然也就不敢再阻拦。顾北玉抱着小公主往自己的房间走。玉哥哥，你又受伤了。待会再说。而小江瑶则是反应过来，玉哥哥没有回来，肯定是伤得太重了。果然，顾北玉一进了屋，顿时双腿一软，整个人猛然跪在那里。他的骨头断了几根，还没有长好，浑身上下都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了，脚筋之前都差点被狼给咬断了。刚才去擂台场，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公主，你怎么来了？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我这就想办法送你离开。玉哥哥，你怎么知道是我呢？我易容了呀。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熟练地用金光给顾北玉疗伤。这次玉哥哥竟然伤得这么重呀，怪不得他一直没有恢复喜功呢。你刚才也说了，像你这么可爱的，再也找不到另外2个了，不是吗？哦，原来玉哥哥刚才就认出瑶瑶了呀，那刚才怎么不跟瑶瑶相认呢？对不起，我刚才没有第一时间去救。小玉，开门，我来看看你的小麻团。瑶瑶，待会儿你什么都不要说，一切听我的。都听玉哥哥的。刚才距离擂台有点远，没太看清楚，现在一看，这小子还挺可爱。还易容了？她是我的小妹妹，还请义父不要吓唬她了。只是一个小妹妹，还是娃娃亲？顾北玉顿时愣住了。小玉，我很看好你，但既然你选择跟我走一样的道路，咱们这种人不应该有软肋。我知道了，义父，我很快就把她送走。你这样娇滴滴可爱的小家伙，还是回到安全的宅院中待着吧，这里危险哦，不适合你。小江瑶记着顾北玉的话，一句话没说，一直到百里渊走了，他才微微舒了一口气。刚才他看到这个百里渊的未来了，百里渊是被顾北玉杀了的。瑶瑶，你一个人来的？不，我是跟着青莲姐姐一起来的。顾北玉让小江瑶留在这里，他一个人出去，不一会儿就把乔装打扮的青颜带了回来。公主，现在时辰不早了，咱们快点回去吧，
不然中秋宫宴要赶不上了。玉哥哥，那你今晚还带我出去玩吗？这次不行了，我身上的伤太多，不便回宫。公主，你先跟着庆妍回宫吧。倘若赶不上宫宴，陛下肯定会担心的。哦。肉眼可见的失落写满了小公主的脸颊。大约过了1刻钟后，小江瑶跟青妍从擂台赛的后门原路返回。公主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在宫宴之前赶回去的。哦。顾北玉身上的伤十分严重，几乎去了他半条命。虽然小江瑶刚才抓紧时间给他进行治疗，但也只来得及修复好断裂的骨头跟经络，崩开的血肉那可是实打实的疼呀。大胆，竟然敢冲撞月然公主的马车，你是不想活了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鞭子猛然朝他们的马车抽了过来，车夫的动作更快，直接抽剑就把那鞭子给砍断了。竟然敢攻击本郡主，你是不想活了吗？顾府的侍卫瞬间都围了上来，打算对车夫动手。公主，你别露面，在里面藏好，我出去应付。住手！青妍姐姐，这是公主需要的东西，公主急着要这些东西，你快切回去，这里我来处理。好。车夫不再耽搁，调转马车，立刻赶路。顾北玉，你嚣张什么？你不过就是江瑶身边的一条狗。公主人美心善，对福喜宫的动物都很礼遇，不像是有些人把人当狗。你不就是因为差点伤了大白，才会被公主勒令再也不许进福喜宫了吗？顾北玉说完，骑马跑远了，终于在小江瑶他们进宫之前追上。你为什么要去暗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公主都没问，庆妍姐姐也不要问。可是你会把危险带给公主。不，以后不会了。庆妍姐姐，今日的事情，我劝你不要告诉皇后娘娘，这样对公主好，对你我以及整个福喜宫都好。而且你也放心，我不会让人伤害小公主。危险的人就应该扼杀在摇篮里。不，危险的人应该留下来，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她。谁都知道青叶姐姐武功好，以后如果有人要伤害小公主，肯定会针对你，但他们会忽视我。青叶姐姐，你是聪明人，好，我信你一次。但倘若发现你有要伤害小公主的苗头，我绝对不会放你。宫宴我就不过去了，麻烦青叶姐姐帮我跟公主说一声。瑶瑶妹妹，我给你赔不是了吗？那天的事情算是我的错，你就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好不好？孩子之间的小矛盾罢了，瑶瑶又不是那样小气的人。是啊，瑶瑶已经不生气了。小江瑶说自己不生气，又没说可以让顾兰渊继续来福喜宫欺负大白。这是两件事呀。但顾兰渊不知道，他听后以为自己可以跟以前那样了，顿时高兴起来。瑶瑶妹妹，今天瑶瑶妹妹心情好，都不生我的气了，肯定也不生你的气了。不生气啊，今天过节，开心，吃月饼。陈后就索性让人搬了几个小凳子，让孩子们坐在这一处。但过了一会儿，娘娘，公主殿下要睡了，青妍抱着她先回福喜宫了，担心她睡凉着。陈后抬起头看过去，那一片小孩子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可之前被围在中间的瑶瑶却已经悄然离开了。青妍姐姐，我不想回宫睡觉，我想要看他们放孔明灯跟荷花灯。那就要去宫外了。求你了吗，青妍姐姐，瑶瑶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那么多人一起放孔明灯、荷花灯呢。公主，今晚外边肯定人多杂乱，哪怕有侍卫在，出去也难免出事。您今晚不能出去。
蔫了吧唧的小奶团子回到房中，吃着小月饼都不香了。公主，玉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呀？你应该回房间好好养伤啊。你不是想要出去看花灯吗？真的？公主，换一身方便出行的衣裳，我们偷偷离开。好。街市上真的很热闹，张灯结彩的，欢声笑语。玉哥哥，以后每年中秋你都带瑶瑶出来玩，好不好呀？好。一个敢许下一生，一个敢应下一世，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童言无忌。啊，那边是在放荷花灯吗？玉哥哥，我们过去看看好不好？好。其实两人一边走一边玩，实际上小江瑶是在朝望月台靠近，并且同时用金光搜索着那个杀手。找到了。抱歉。这人转身就朝望月台那边挤了过去。玉哥哥，我怀中的玉佩不见了，可能是刚才那个叔叔给拿走了。他立刻抱紧小公主就追了上去，那人发现有人追来也慌了一下，转身朝旁边人少的地方跑去。小兄弟啊，你要做什么呀？你偷了我妹妹的玉佩，还给我们。玉佩？什么玉佩呀？玉什么佩？哎，看你们兄妹俩应该是有钱人，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讹人呢？我妹妹从来不会讹人，你痛快的把玉佩还给我们，不然我们就送你去报官。不是，小兄弟啊，你这会不会是误会？我是真没拿你妹妹的玉佩啊。那你怀中的东西是什么？小兄弟，好奇心太大可能会被害死。你确定要知道我怀中的东西是什么吗？这里偏僻，没有人，男人也是急了，最后一边冷笑着从怀中拿出了那个火筒。而小江瑶也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个人敢单枪匹马来杀他爹爹了，感情是有这个东西呀。你往西边跑，那边有侍卫接应。你们这对兄妹，本来我是不想伤及无辜的，是你们自己蠢，撞上来了。你带着这个危险的东西来，是想要有大事情做吧？你如果真的开了火，恐怕就会惊动其他人，你要做的事情也就没有办法做了。不然你看这样，你放我们兄妹走，我们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方犹豫了，可就在下一刻，眼前有一个小奶团子闪过。你这小丫头要做什么？瑶瑶，叔叔，你这个炮筒如果没有炮的话，是不是就不能伤人了呀？当然了。哎，我去，我炮呢？在这里呀。顾北玉已经冲了过来，将小公主给护在怀中，然后他就发现小姑娘的手中捏着一大把的炮壳，而面具男已经怀疑人生了。这小祖宗到底是怎么把那些炮壳从炮筒中给掏出来的？他当初自己安装的时候都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呀。把炮壳给我！不给，才不给你呢。这边面具男要冲上来抢，但那边几个黑衣侍卫已经赶了过来，寡不敌众，这人凶狠狠地瞪了顾北玉跟小江瑶一眼，这才不甘地转身逃走。玉哥哥，好晚了，咱们回宫吧。好。两人一路回到福喜宫，顾北玉都没有再说一句话，甚至都不问小江瑶打算拿那个炮壳做什么。玉哥哥，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瑶瑶的呀？没有。顾北玉并没有问出来，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堆秘密，小公主却从来都不问。玉哥哥，早点休息吧。小江瑶目送顾北玉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之中，他轻叹了一口气。虽然今晚的事情成功了，但他怎么有点不开心呢？转眼就到了月底，在距离年底永王大婚、小江瑶生日没剩下几天的时候，先迎来了太后的生辰。太后已经70了，所以嘉禾帝很看重这次的生辰。玉哥哥，你能去暗街帮我给祖母准备一份礼物吗？多少钱都无所谓，就是得新奇。
并且祖母会喜欢。我不确定，这几日帮你留意一下。好。顾北玉傍晚的时候离开皇宫，去了暗街。暗街有一个宝来坊，里面放满了各种的奇珍异宝。不过他刚走进去，就被人一把抓住衣领，给扯进旁边的一间厢房里。臭小子，赶紧把那炮壳还给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臭小子，你少给我装蒜！那天就是你跟你妹妹吧，撞破了我的好事。那些侍卫都是来保护你们的吧？你跟官家有这么大的关系，还在这暗街大摇大摆，就不担心我告诉暗街管事把你赶出去？不担心。臭小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我是找上了你，明日我就会找到你那个小妹妹，她的胆子会有你的大吗？啊？今日暗街会出现很多大臣微服来买东西，太后寿诞将近，你如果不想被通缉，我劝你立刻离开为好。太后寿诞，徐七的眼珠子转了转，他突然手一松，就从旁边的窗户跳了出去。而顾北玉的手指之间夹着一块玉牌，上面雕刻了一个漩涡图案，以及一个七字。暗影阁的杀手，暗影阁的杀手接了任务，要杀嘉禾帝。顾北玉其实并不在乎嘉禾帝的死活，他脑中第一时间想的是，倘若嘉禾帝死了，备受他宠爱的小公主怎么办？婉姐姐来啦。陆欣婉要给小江瑶行礼，小奶团子立刻迈着小短腿冲过来，扶住了她。婉姐姐要跟我见外，瑶瑶要生气啦。婉姐姐不要怕，我家大白可乖了呢。大白，这位是我的婉姐姐，你要对她好一些哦。大白很通人性，立刻把爪子都收了起来。她是叫大白吗？真可爱。我家里养了一只白猫，叫小白。可是什么呢？小白可爱吗？如果有时间，你带它来跟大白玩呀。小白已经不在了。那日他不小心抓破了堂姐的裙子，堂姐就让丫鬟把小白给丢进了水井。什么？你的那个堂姐怎么可以这样过分？动物不会主动攻击人的，肯定是她先动手的，猫咪才会抓破了她的裙子。事实就是如此，可没有办法，就连家人都告诫我，那不过是一只畜生，犯不上因为这点小事跟自家姐妹反目。抱歉瑶瑶，都怪我不该说这些的。婉姐姐，你放心吧，恶人自有天报，小白不会白死的。瑶瑶，实在是抱歉，让你也跟着不开心了。没有啊，婉姐姐是把瑶瑶当亲人看待，才会跟瑶瑶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对吗？把不开心的事情都说完后，就要开心起来哦。再过段时间，婉姐姐就要做美丽的新娘子啦。这永王妃的性子有点太软弱了。我却担心，他是故意来跟公主说这些的，好让公主替他出头。玉哥哥，你终于回来啦！有帮我选到合适的礼物吗？这是寒山寺上一任方丈爷游四海之前留下的最后一本手抄本佛经。方丈爷游四海之前已经是100岁老人，这佛经用来送太后最适合不过。小江瑶瞪圆了眼睛，伸手接过这本蓝皮书，掀开一页，发现竟然是手抄佛经。最重要的是，他作为圣兽，能够感觉到上面的淡淡金光。他的眼睛顿时一亮，这是好玩意儿啊！玉哥哥，这个肯定很难买吧？你花了多少银子？去跟青妍姐姐去库房里拿吧。公主满意吗？瑶瑶可满意了。公主，您真的打算太后寿辰送这本书吗？青妍姐姐，你放心吧，祖母肯定最喜欢这本佛经了。
小江瑶跟着母后还有其他哥哥姐姐们一大早去给祖母磕头，却发现祖母身边已经坐了一个女孩子。祖母身边的那个小女孩好可爱啊，她是谁？能够坐在太后身边，这可是独一份殊荣，就连小江瑶都没有过这种殊荣。文熙呀，你过去找你瑶瑶妹妹一起玩吧。小江瑶就这样看着那个比自己大了几岁的小姐姐走到她跟前，然后朝她伸出了手。瑶瑶妹妹你好，我叫杜文熙。不过刹那间，小江瑶突然身子一僵，她看到了杜文熙的未来。杜文熙未来嫁给了顾北玉，在未来顾北玉会坐上北燕王座，杜文熙是太后的侄孙女，她被封为公主，远嫁北燕和亲，成了顾北玉的妃子。同时就因为这件事，一直爱慕杜文熙的七皇子铤而走险的想要逼宫，最后一败涂地，而杜文熙却也在北燕后宫之中孤苦终老。瑶瑶妹妹，你要送什么生辰礼物给祖母呀？我准备送祖母佛经。文熙姐姐，你呢？我也不清楚，是侍女他们准备的。这边皇子公主给太后跪拜行礼，礼物是等晚宴的时候一起拿出来。小江瑶跟着陈后离开的时候，还看到那个杜文熙陪在太后跟前，太后脸上浮现慈祥的笑容。瑶瑶不用担心，太后肯定还是最喜欢你的。那杜文熙是他弟弟唯一的孙女，以后是要嫁给你的皇兄，这次才专门带在身边，给他长长脸的。她是要嫁给哪个皇兄呀？不清楚，要看陛下跟太后的意思。你小孩子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也不过是多一个人喜欢你，多一个人陪着你玩而已。如果文熙姐姐跟七哥哥彼此互相喜欢，那么将来肯定要阻止她被迫和亲远嫁了呀。但是玉哥哥会不会也喜欢文熙姐姐呢？小麒麟比寻常的孩子聪慧，毕竟很早就开了灵智，可这人间的感情事情却是不懂的。小江瑶心中揣着杜文熙的事情，就去了后边小黑的马厩，找到正在喂马的顾北玉。公主，怎么了？玉哥哥，你今年多大了呀？回公主，我快10岁了。玉哥哥，你喜欢什么样的小姐姐呀？没有。小江瑶怎么都没有从顾北玉这里问出答案，最后只好作罢。只是晚上的时候，本来要带顾北玉同去，玉哥哥，你就留在福喜宫吧。小江瑶却是想，如果减少玉哥哥跟文熙姐姐的见面，那他们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孽缘了吧。傍晚寿宴上，杜文熙因为跟小江瑶熟悉了，就始终待在她的身边。文熙姐姐，你可以在宫里住一段时间吗？我会在宫中多住一段时间，以后也跟着你们一起去宫学读书。太好了。小江瑶想的，这样文熙姐姐就能够跟七哥从小青梅竹马，这样以后长大了，他们也会提前在一起。文熙妹妹，这是送给你的珠花，你看看喜不喜欢？七殿下，这个珠花我不能要。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赶紧收下。瑶瑶，这个珠花送你。他话说了一半，才发现本来站在身边的小江瑶竟然已经距离他好几步远了。不，这是七哥送你的。哎呀，刚刚九姐姐喊我有事，我先过去找她玩了。现在把空间留给了七哥跟文熙姐姐，让他们在一起玩。但小江瑶并没有去找九公主，她跟九姐姐又不亲，距离开席还有点时间，索性就带着青妍四处溜达玩。瑶瑶，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小眼哥哥，有事吗？就是听说你喜欢小动物，我家养了许多可爱的小白兔，你要不要？
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好呀，等有时间的。听到小江瑶答应了，白修远的脸上洋溢着大大的喜悦。看来怀仙王真的有意，想要以后瑶瑶嫁给他儿子了呀。为时太早，瑶瑶才多大，以后指不定怎么回事呢。大哥，你是不懂政务，所以不太懂这其中的缘故吧？倘若瑶瑶嫁给了那个小世子，就可以更好地巩固怀香王手中的兵权，这才是帝王应该想的事情。晚宴开始了，小江瑶告别白修远，回到房间，乖巧地坐在陈后身边。接下来就是所有人给太后呈现生辰礼物的时候了。可就马上要到小江瑶的时候，太后却看向年纪比江瑶大一点的杜文熙。文熙是不是也给哀家准备了礼物啊？是的，祝祖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本佛经是文熙跟母亲半年前去寒山寺求方丈手抄的符箓经书，献给祖母。好。公主，咱们要不要换礼？请13公主为太后进献寿礼。瑶瑶给祖母进献的生日礼物是寒山寺上一任方丈抄写的佛经。瑶瑶祝祖母长命百岁，福寿安康。哦，也是寒山寺的佛经啊？怎么可能啊？我们问过方丈的，他半年来就只写了这一本。对了，他正好也有到这附近，就在京郊外面住着呢。放肆！主子们在这里说话，你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给母后祈求平安。好了，瑶瑶，退下吧。这是打算息事宁人接过去了，太后都气笑了。嘉禾帝这意思是皇后跟公主她都护着，连说一句都不让吗？他好不容易过一个70大寿，送了假东西过来，这不是诚心给他添堵吗？祖母，瑶瑶送的手抄本佛经是真的。你们福喜宫的人就是这样糊弄主子的吗？青言跟秦墨立即上前跪下，低头认错。你们说，这东西到底是你们谁替公主寻来的？你们不是说那方丈就在都城吗？那么请他来看看呀，这本佛经吧。对不起，瑶瑶，我不知道呀，好啊，去差人把那位方丈请回来，让他看一看，到底哪一份才是他的真迹。陈后在旁边急得不行，频繁地给嘉禾帝使眼色。嘉禾帝刚要吩咐身边的太监去做点什么，抬起头就看到了太后凛冽的眼神。祖母，今儿个可是您的寿辰，应该开开心心的。瑶瑶还小呢，左不过是手下人不懂事，被忽悠了吧？回头罚一罚他的工人就可以了。二哥，瑶瑶的佛经是真的，佛经是真的，还有祝福作用，福运免责。帮瑶瑶选来佛经的人应该有赏，而不是罚呀。瑶瑶，陈后急得不行，他都准备好了。倘若太后敢责罚他家瑶瑶，他立刻冲出去，看谁敢动他。大不了这个皇后他不当了。文熙姐姐，今天可是祖母的生辰呀，你为什么哭呢？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啊？瑶瑶，你为难你文熙表姐，怎么还不允许她哭啊？可是最开始是文熙表姐的侍女先诬陷瑶瑶的呀。她说瑶瑶的佛经是假的，可瑶瑶的佛经不是假的呀。不管这佛经是真是假，任何奴婢都不得妄议主子。来人，把这个贱婢拖下去打20大板。瑶瑶，你也赶紧给祖母赔个不是。那侍女变了脸色，先是跪在地上哀求地看向太后，见太后不说话，又眼巴巴地看向杜文熙。大小姐，奴婢可都是听从主母的话，都是为了您能够在这皇宫之中站住脚呀。杜文熙的眼圈还红红的，看着斜肩，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个侍女顿时绝望了。慢着，祖母，我的这本佛经是真的，
还是等那位方丈来了再说吧。瑶瑶，嘉和帝都着急了。好，今日哀家就跟你们一起等那位方丈过来，看看这佛经到底是不是真的。杜文熙依偎在太后旁边，然后偷偷的去看看小江瑶。这个小公主竟然是这么轴的吗？这样坏心眼的杜文熙，其实比顾兰渊还要让人不喜欢。小麒麟不喜欢他了，以后他爱怎么样倒霉都跟我无关。哼！贫僧寒山寺方丈空云，恭祝太后福寿安宁。云空大师，这可是你的笔记。正是贫僧的笔记。大师，你能帮瑶瑶看看这一本佛经吗？空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楚最尊贵的小公主，一看到她顿时惊慌失措，竟是连忙跪了下来。福瑞转生，恩泽大楚啊！什么？所有人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就连太后都猛然站了起来，唯有嘉和帝眯了眯眼，一脸的淡定。他的宝贝瑶瑶当然是腐女下凡了。大师，您看看呀。空云大师连忙点头，打开了那佛经，看到上面的字迹，顿时整个人激动得直发抖。小公主，您是从哪里得到我师父远月的真迹？他已经云游四海数十年了。这是我宫中的人寻到的，最后落款上有，是远月大师100岁的时候亲手抄写的祝福佛经。太后啊，转生腐女的祝福，还有我师父100岁之际的手抄佛经，这样的叠加祝福，您肯定会长命100岁，福寿延绵。您快第一时间就赶紧接来这福吧。太后这一次的脸色才是真的难看了，第一时间个毛线呀，被这么一搅和，都过去半个多时辰了，谁知道这福愿会打了几折？太后冷漠地看向杜文熙一眼，最后让手下人把那个杜家侍女拖下去。总之，这侍女活不了了。随后，太后温和地让人去安排空云大师下去休息，而她则是亲自走到小江瑶的身边，把她给抱着回到了座位上。瑶瑶啊，祖母给你赔个不是啊，误会你了。瑶瑶不怪祖母，祖母只是被人忽悠了罢了。祖母，这礼物是瑶瑶宫中的人好不容易帮忙找的，你赏赐他们好不好？好，福喜宫上下都有赏，尤其是帮你找到这礼物的人，祖母赏他一个更好的礼物。太后命人拿出一块玉牌，这是免死玉牌，在大楚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可以免罪的。谢谢祖母。站在旁边的杜文熙看着他们祖孙和睦，眼睛红红的，差点把手绢都给搅碎了。怎么会这样？小江瑶一回福喜宫，他就睁开眼睛。小奶团子虽然还困倦着，但还是让人把太后的赏赐都给福喜宫的众人分了。谢谢主赏赐。也很晚了，大家下去吧。玉哥哥，你留下。公主有什么吩咐？你靠过来一些啊。在他靠近后，小奶团子就把那枚玉牌挂在了顾北玉的脖子上。这是祖母奖励你找佛经有功，赏赐给你的免死玉牌。以后你若在大楚犯了死罪，可以拿着玉牌顶掉。当然啦，瑶瑶可不希望你用得上这玉牌呢。谢公主。好啦，你下去吧，我要休息啦。是。翌日，一个消息却传入了福喜宫，陈后病了。小奶团子实在是想不通，昨日还好好的母后，怎么突然说病就病了？不，他常年用金光给母后护理身体，母后没理由生病呀。赶紧拦住小公主，别让她过来，以免我过了病气给她。娘亲，瑶瑶不怕过病气，瑶瑶担心娘亲。瑶瑶放心好了，
母后只是这几日累坏了，又着了凉，吃了药，休息几日就行了。说完后，陈后乏力，已经睁不开眼睛了。陈后睡着了，小佳瑶也没走，就那样乖乖地依偎在陈后的怀中，然后用金光一直给他治疗着。他发现母后好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灵魂似的，所以身体十分虚弱。抽走了灵魂？不，或许已经被抽走了一魂。陈后睡得极其不踏实，指尖动了动，突然坐了起来。可奇怪的是，周围沈姑姑等人竟然谁都没有发觉。小江瑶猛然睁开眼睛，她看到母后的仪魄被拉了起来，竟要下榻朝外走。别人看不到陈后的仪魄，但小江瑶看得清楚分明。眼见的那仪魄已经穿门走了出去，小江瑶其实可以拦住，但她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对母后动手。可陈后的仪魄宛若在飞，速度极快，就靠小江瑶的小短腿肯定是追不上的。恰好路过福喜宫宫墙附近，爸爸出来！巨大的白色老虎猛然从宫墙那窜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背上还有一身黑色短褂宫装的顾北玉。玉哥哥，抱抱，朝那边追。是，公主。顾北玉什么都不问，护住小公主，立刻让白虎撒腿狂奔。我们去寻小公主。沈姑姑，你快些回去陪着娘娘。你们快去，可别让小公主受伤了。是。只见一群工人追着那只白老虎，而白老虎却不知道在追什么。实际上，顾北玉的确不知道他们在追什么，但他却下意识地想要相信小公主，哪怕只是陪着小奶团子一场荒唐的戏耍也无所谓。而小江瑶却眼中只盯着母后的那一缕魄，最后看到那一缕魄钻进了一间宫殿里，冲进去。白虎更是撒腿就朝里面飞跃而起，踢翻了所有阻拦的工人，最后直接撞开了一扇门。跪在一个盖着红布的雕像前的白衣宫装女人一脸的愣怔跟惊恐，看着近在咫尺的血盆大口，她直接双眼一翻，昏死了过去。玉哥哥，快把这个冯官人捆起来啊！是。小江瑶从白虎的背上跳了下来，走到那个盖着红布的雕像跟前。他的手刚要伸过来，却发现那个盖着红布的雕像竟然往后退了半步。就你这么个破玩意邪神，竟然敢害我娘亲！瑶瑶，到底是怎么回事？父皇，你让人把这红布揭开看看，就什么都知道了。大太监赵全和立即上前，直接伸手就把那红布扯了下来。与此同时，两道青光从邪神像中飘了出来，直奔向未央宫。只有小江瑶见到这两道青光，她同时也知道母后被困住的一魂一魄已经回归到位，用不了多久，母后就会恢复如常。赵全和查看了一下那红布，上面写着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回陛下，这是刚生病的陈后娘娘的生辰八字。嘉禾帝一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将冯氏祠毒酒，宫中人都杖毙，还有冯家人，全部调查，凡是参与了此事的，全部砍头，未参与的，贬为平民。小江阳没有说什么，毕竟是那些人自食恶果。陛下，凭什么他陈月年害死我的14公主，他就可以不用受到惩罚？我只是让他生病了，就要受到如此严苛的惩罚？这天底下还有公允吗？谁告诉你小14是陈后害死的？如果陈后不是心虚，后来为什么他不让人继续调查小14的死因了？不就是他不想让其他小公主再出生，抢了他瑶瑶的宠爱吗？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有多少公主也抢不走朕对瑶瑶的宠爱。陛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宠爱这个江瑶，宠爱陈后？他们是不是给你下了蛊，你才这样偏听偏信？把人拖下去。是。瑶瑶，
父皇报。爷爷，你是不是怀14妹妹的时候祭拜过这个邪神？这个东西不好，都让瑶瑶母后生病，肯定也会让14妹妹生病的。我娘亲自打有我后更喜欢小女孩了，她还说过等14妹妹长大了可以跟瑶瑶一起玩耍呢，她不会害14妹妹，也没有理由。冯贵人傻了，他恍惚地记得好像自己有了14公主的时候整晚的失眠，后来是那人给了他这神像，他才不失眠了的。难道真跟这邪神像有关？等到他们离开了这个宫殿，听说陈后已经醒来的消息，嘉禾帝抱着女儿立刻去了未央宫。陈后刚刚知道了冯贵人的事情，他又怒又后怕。瑶瑶，我的好瑶瑶，幸好娘亲有你，幸好有你啊！娘亲，你快些回榻上躺着，可别着凉了呢。你要听话，好好休息吃药哦，这样身子才能够快点好起来呀。瑶瑶说的对，娘亲得快点好起来。他从未央宫出来的时候，顾北玉带着大白守在门口。玉哥哥，咱们带着大白一起回家吧。那是福喜宫小公主的宫殿，而且小公主长大以后会成亲出去开府，所以那并不是明确意义上的家，更不是顾北玉的家。好，咱们回家。他们的小公主这样好，未来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驸马了呀。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小公主江瑶好。没过2天，弹劾的奏折就摆在了嘉禾帝的案头，是关于年幼公主饲养野兽在皇宫之中恣意横行的事情。其实这样的奏折嘉禾帝根本不予理会，他直接把那几个御史言官大骂一通后就都给赶了出去。把毒酒送到冷宫，让冯氏没了吧，正好去陪14公主。是。嘉禾帝没有想好要如何去跟太后说这件事情，但已经满血复活的陈后，他也从自己手下人那里查到了，怂恿冯贵人的竟然是慈宁宫的孙姑姑。太后一直看我们娘俩不顺眼，现在终于打算动手了。娘娘，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太后虽然不喜您，不喜小公主，但她老人家最有大局观了。陛下宠爱你们，太后不会跟陛下对着做的。不管是不是太后，背后那人总归是要对本宫出手。后宫对本宫出手，前朝还敢弹劾瑶瑶，给她污名。哼，本宫不发威，当本宫是死的呀！娘亲，瑶瑶来啦！娘亲，那个吓人的雕像在哪里了呀？瑶瑶，那个东西不好，很危险的。瑶瑶知道啊，但那么丑的东西第一次见到呢，就很好奇呀。那东西的确丑陋，所以以后瑶瑶若是遇见了，一定要绕远走。小江瑶默然无语，不管他如何问，陈后都没有说。小江瑶的心情有点低落，再回福喜宫后，整个奶团子也兴趣不高。顾北玉看在眼里，中午的时候就离开了福喜宫，约摸1个时辰后回来。那东西在冷宫。小江瑶的眼睛顿时一亮，肚子还跟着咕咕叫了2声。在冷宫哪里啊？关着冯氏的那个宫殿。听说陛下要刺死他，然后打碎那个雕像，跟他一起卷着丢到乱葬岗去。小江瑶嘴角张了张，愣在那里。抱歉公主，说这些让你害怕了。不，我还好，就是冯姨姨虽然犯了错，但也不该用这种办法。死一次就行了，何苦让邪神跟他纠缠在一起？这样冯氏永世不得超生啊！玉哥哥，你快些带我去冷宫看看吧，可别去晚了，那雕像被打碎了。好。一大一小2人顺利地找到关着冯氏的冷宫。冯氏，孙姑姑，
这件事儿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俩痛快的把这毒酒喝了，别给咱家找麻烦，得让自己痛快不是？你为什么要害死我的14公主？为什么要利用我？为什么是我？太后为什么选我？小江瑶却指尖一动，一道金光飞了进去，直接撞到那个小太监。小太监手一抖，毒酒全都洒了。没用的东西，想比他们更早投胎吗？赶紧再去拿2杯来。算了，阿达你去。阴风嗖嗖的，那个抱着邪神雕像的小太监本来就怕，此时都已经抖得跟个筛子似的了。这还不算完，因为他突然发现手中的东西竟然动了。2声惨叫分别来自小太监，还有一道是来自于那个盖着红布的邪神。小太监是直接吓得晕死过去，而那个盖着红布的邪神雕像则是拔腿就跑。与此同时，一道惊雷闪过，而窗外的顾北玉却感觉怀中猛然一空，他的心咯噔一下，哪怕现在光线太暗，但还是立刻起身寻找小公主。漆黑的冷宫，杂草丛生，一个顶着红布的东西在前面狂奔，后面追着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奶团子。你别跑呀！那你别吃我呀你！可我饿呀！妈的，真想骂人！跑着跑着，红布不知道丢到了哪里，眼看着都要跑出冷宫，邪神拐了一个弯，直接闯进一间屋子。结果那是之前的罪妃大梁国公主万琪雅的住处。她身边的小宫女已经直接两眼一闭，双腿一蹬，昏死了过去。那邪神看着万琪雅就要冲进去占据她的身体，而看着这骇人一幕的万琪雅终于如愿以偿的也昏死了过去。小江瑶手指一点，一个金光织成的网成功的把邪神给罩了起来。你喜欢吞噬邪物是不是？不要吃我，不要吃我！我想办法可以给你引来多多的邪物，肯定让你吃嘛嘛香啊！不行啊，邪物太多会影响皇宫之中人的健康呢。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吃，你不闯入进来，我都差点忘记自己可以吞邪物呢。妈的，感情还是我错了呗。可谁能够想到，偌大的皇宫之中会有一只神兽在这里守株待邪物呀。本来阴沉沉的天也缓缓地放了晴，赵全和终于可以看清楚屋子里面的情况了。先看到小太监被吓得昏死过去，而他手中的邪神雕像不翼而飞，而那个孙姑姑也同样消失不见了。邪神直接把孙姑姑给带走了。天越来越亮了，小奶团子一边打饱嗝一边回来找顾北玉。玉哥哥，你放松一些呀，瑶瑶都让你给抱扁了呢。公主，你去哪里了？瑶瑶哪里都没有去。顾北玉表情古怪，刚要说什么，那边突然听到有太监吟唱陈后娘娘驾到。玉哥哥，你快带我走，不要让娘亲看到我呀。奴才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这里除了这个冯氏，还有其他人吗？赵全和知道那个孙姑姑是关太后，而陛下暂时还没有跟太后撕破脸，所以才会悄无声息地刺死那个孙姑姑。回娘娘的话，陛下要刺死冯氏。刚才小太监没拿稳酒杯，待会儿就继续了。这等肮脏的地方，娘娘还是不要久留，以免污了您的贵体。本宫有话要问冯氏，你且先出去。娘娘，这个……怎么？本宫的话你敢不听了？回娘娘的话，冯氏的嗓子坏了，恐怕回不了您什么话了。幸好刚才听到外边的动静，陈后驾到，以免冯氏乱说话，赵全和立刻把哑药喂给了冯氏。陈后无语，转身就要离开，但就在陈后马上要出去的时候，突然踩到了什么，
怎么，赵全和，这里2杯毒酒，另外1杯你是给本宫准备的，还是给你自己准备的？娘娘饶命！小江瑶在吞噬了那个邪神后，身体进入了休眠状态，她需要消化一下，所以很快就睡着了。在把小公主送回到福喜宫后，顾北玉折身又回到了冷宫一间废弃的殿宇里。你不是福喜宫的顾北玉吗？是陈后派你来的。他没有急着说话，而是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块玉牌，那是安隐阁的身份灵牌。孙无意拜见大人。这是你自己私人接的任务？是。怎么，你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宁愿自己也跟着把命弄丢？大人，我之前服了药，可以把那毒酒吐出来，也交代了人，最后可以假死脱身。所以你背后那人就是让你把这个黑锅扣在太后身上，然后让太后跟陈后之间出现隔阂。大人，安隐阁的规矩。顾北玉用匕首抵着孙姑姑的脖子，刀锋锋利，将肌肤划开，鲜血流了出来。皇宫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我就是规矩。任何暗影阁的杀手如果不听话，那么就准备做大白的晚膳吧。大人，我说是段妃，是他利用我去怂恿冯国人收下那尊邪神的雕像，然后冯国人公主造谣，也是被邪神污染了，就把这一切都嫁祸给太后。夏和帝不会因为这事跟太后撕破脸，但陈后聪明，他肯定会查出来的。到时候他会憎恨太后，同时也会对嘉和帝怨念的。你现在已经失踪了，对外会宣称你被邪神带走，回头在枯井之中找个尸体做替身，然后离开皇宫。是，大人啊，那邪神雕像也是被您拿走了。那东西是真的古怪，放在身边久了会让人变得不好的，您还是不要放在身边。你在教我做事？啊，不，我不敢，我错了，我这就离开。孙姑姑离开后，顾北玉慢慢的回到了福喜宫，小公主还在睡觉。她看了看小公主寝室的方向，眯了眯眼。那个邪神雕像消失了，会不会跟小公主有关？月宁，不要闹了。你让我不要闹？倘若不是瑶瑶及时发现，我恐怕现在已经永远躺在那儿，再也闹不起来了。太后一直看我跟瑶瑶不顺眼，我知道，因为我没有生出一个皇子来。可生孩子这种事情，我又决定不了。这次他没有成功，下次指不定再说什么。我可怜的瑶瑶啊，倘若我出事了，瑶瑶还年幼，她可怎么办呀？月宁，你放心，我就是死了，也绝对不会让人伤到瑶瑶半分。可外边那些个糟老头子，什么破言官，竟然还弹劾我的宝贝瑶瑶，这里面肯定是有谁闹什么幺蛾子，是想要弄坏咱们瑶瑶的名声啊！不会，那些糟老头子我都罚了，还有太后那边，你且放心，我肯定会给你跟瑶瑶一个公道。陛下，那月宁就再信你一次。景和宫，端妃的长相在嘉禾帝的后宫之中十分平庸。娘娘，那孙姑姑已经假死离宫了，冯氏已死，陈后知道了这件事与太后有关，她也去跟陛下闹了。端妃拿起毛笔，在上面缓缓地写了成功2个字。陛下跟陈后是吵不起来的，他对她还有情意。那陈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竟然一直让陛下对她宠爱不减。哼，能够有什么法子？不过是颜色还在罢了，再加上还有那个小江瑶加成，
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次我们算是赢了。可是看样子，陛下把陈后给安抚住了，他们的感情依旧很好。感情很好，但缝隙已经存在了。端妃说的没有错，在未央宫之中，陈后扶额靠在太妃椅上，他又想起来之前太后生辰宴上那个想要打脸他家瑶瑶的杜家小丫头。杜家人好大的野心，这是还想要再出一个皇后啊！那个小丫头以后指给哪个皇子，他们作为太后的娘家人，就要支持哪个皇子了。除了大皇子永王马上要成亲外，剩下的他们也都还在选呢。选个屁的选！让杜家人去做梦吧。之前我还以为以后哪个皇子坐这个位置都行，只要他以后对瑶瑶这个妹妹好就行。现在看来都是狗屁，还不如太子这个位置让我家瑶瑶做的了。哎呦，我的娘娘啊，您可别这么粗鲁了。而且再说了，咱们大楚历来也没有女子称帝的先例呀。我家瑶瑶又怎么是寻常女子？做一个先例怎么了？就在这个时候，有福喜宫的人送点心过来。还是咱们小公主对娘娘最有心。当然了，我家瑶瑶最好了。陈后都等不及沈姑姑他们验毒，就直接拿起一块掰开要往嘴里送，结果下一刻却看到了一张纸条。娘娘！陈后脸眉打开了那张纸条，上面只写了寥寥3个字：邪端嫁。这邪应该是邪神的意思。那端跟嫁，邪神之事是端妃嫁祸给太后的？娘娘，是这样吗？可这纸条不明不白。不，这纸条是从福喜宫传来的，对方不是福喜宫的人，但却是故意提醒本宫。那么接下来本宫可要好好的查一查端妃这个老贱人了。顾北玉，你之前到底带着公主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她怎么回来后一直昏睡不醒？顾北玉，你要知道，小公主对我们福喜宫的每个人都很重要，这里面也包括你。我知道，小公主被之前那个邪神的事情给惊吓到了，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如果你不放心，就再请太医过来给看看。我现在的生活是小公主给的，我比你还要在乎她。你最好记住这一点。江瑶昏昏睡了几日，终于在永王大婚之前彻底恢复了。在这期间，后宫的气氛十分诡异。本来之前陈后跟太后不对付，但不知道怎么的，端妃竟然在太后跟前失仪，被责罚了。太后开始关心小佳瑶的身体情况，还让心腹专门给送来一些吃食。因为那个杜文熙被送回杜家去了，后宫风云诡秘骤变，可谁都知道这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瑶瑶，来得这么早啊？大哥，瑶瑶待会儿陪你一起去接婉姐姐，好不好呀？瑶瑶，以后啊，要喊新婉大嫂，听到了吗？哦，瑶瑶知道了。大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就是大嫂的那个堂姐很不好呀，待会儿让人盯着她吧。瑶瑶妹妹，瑶瑶，你能不能去祖母跟前说一说，把文熙妹妹接进宫里来玩啊？白修远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走过来的七皇子给挤开。瑶瑶，就算是七哥求你了，求你去跟祖母说一下吧。而且那件事文熙也不知情，都怪那个该死的侍女多嘴。七哥哥，可是在送贺礼之前，文熙姐姐问瑶瑶要送什么，瑶瑶就告诉了她送佛经，然后问她送什么，她说不知道呢。可能她真的不知道。七哥，你难道忘记了吗？
那天他封贺礼给祖母的时候，说了是他跟母亲亲自去寒山寺，好不容易求的呀。七皇子愣住了。对了，七哥，那天我还听文熙姐姐说，她不喜欢你这样的。我当时好奇为什么呀，然后她说你长得丑。七皇子默然无语，他爹坐在那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显然被打击得不轻。被忽略的白修远见七皇子不说话了，又捏着玉佩想要靠前，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外边传来了一阵喧闹声，还有女子哭泣的声音。众人因为好奇，立刻都跑出去了。玉哥哥，快，咱们去瞅瞅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大哥，不解释解释吗？弟弟我好心来参加你的婚宴，结果你就安排这么一个女人来爬床。二弟，这件事情不是我安排的。真的吗？我可记得这女人是大嫂的堂姐吧？那如果不是你的安排，那就是陆家人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在场的陆家人瞬间都变了脸色，连忙否认，说不知情这件事。看着这一幕，整个团子也有点茫然。他明明改变了大哥的悲剧，但为什么大哥跟二哥还是针尖对麦芒了？哎，大家怎么都聚集在这里啊？是因为知道我回来了吗？不知三弟竟然赶回来了，旅途劳顿，快点进屋歇一歇吧。二哥，一起进去喝杯酒。大哥，你还没说，这个女人要如何处理？二弟想要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反正这个女人不是大哥安排的，二哥也不喜欢，那就丢出去吧。希婉，看在咱们姐妹一场的份上，你帮我说说情吧。倘若我今日这样被扔出去，我以后还如何嫁人啊？殿下，你先陪伴几位殿下去大堂内喝酒吃菜吧，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公主，那我们呢？瑶瑶都没有见过三哥，我们也去大堂吧。是。我的好堂姐，你说的对，如果今日这样你被丢出府去，以后肯定很难再嫁人了。那不然这样吧，送你去尼姑庵，下辈子常伴青灯，为陆家人祈福吧。我不！赶紧把人送走。陆希婉，你个贱人，你不得好死！不能送你去尼姑庵，那样是对神明不敬。打折腿，喂上哑药，丢到乡下庄子上去吧。陆星秋默然无语。陆星秋最终被强壮的婆子捂上嘴给拖走了。陆星婉优雅地整了整嫁衣，转身回了婚房。青岩站在假山处，他看到这一幕后，内心感慨：这位永王妃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幸好当初没有入宫啊。但这样的手腕嫁给了病弱的永王，多少有点可惜。玉哥哥，你说人如果不长大，该多好呀！人不可能不长大。是啊。瑶瑶，四哥喝酒了吗？只喝了一杯果子酒。果子酒好喝吗？不好喝。三皇子离宫快4年了，并没有亲见传说中的父皇十分宠爱的这位小妹妹。四弟，你平时跟我们都冷冷清清的，怎么对这个小妹妹却这样好？我记得你并不是这样趋炎附势之人。三哥多虑了，瑶瑶这样可爱，作为兄长对她好是应该的。是啊，今日我大婚，瑶瑶特意来的。瑶瑶，你还饿不饿？这桌子上的吃的有你喜欢吃的吗？大哥，你怎么也对这个小丫头这样好啊？对了，她受父皇宠爱，倘若在你府上磕了碰了，父皇是不是就会治你的罪？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把这金贵的小丫头送回宫吧，以免惹祸上身。或者你跟四哥一样，别有用意。老三，你说什么呢？瑶瑶才多大，你不用这样针对她。
大哥，你气什么呀？我哪里针对他了？我是真心为你好而已。小江瑶很委屈，他感觉到三哥对自己浓浓的敌意，可自己没有做过什么得罪三哥的事情呀。三哥哥，你是不是讨厌瑶瑶呀？不说了，今天可是大哥大喜的日子。哎，来，我敬大哥一杯。四皇子抱紧怀中的小妹妹，眼神欲沉，淡淡的杀意起起伏伏隐藏在其中。三哥哥，你还没有抱过瑶瑶，要不你抱抱瑶瑶吧。他的嘴角抽了抽，脸上写满了拒绝，但是小奶团子眼巴巴地看着他，漂亮的好像黑葡萄似的眼眸里氤氲着水汽。不许哭！拜过礼堂后，新人洞房，众人散去。为什么三哥哥讨厌我呀？三殿下常年跟着欧阳将军在边关军中历练，这还是4年来第一次回京。他的母妃是唐妃，早些年跟咱们娘娘矛盾很大，所以是唐妃娘娘不喜欢我，所以三哥哥也不喜欢我了呀。是他们平日里都不跟公主你接触，意识不到你的好。他一定要让三哥哥喜欢自己，然后好跟其他皇兄们关系都好起来，这样他将来就不会为了其中一个去伤害另外一个了吧。到时候如果有了矛盾，他也可以好好的劝住三哥哥呀。想要攻略三皇子，归根到底是要让唐妃喜欢自己。唐妃娘娘最好骑射，经常在皇家马场之中遛马。她有一匹心爱的坐骑，通体雪白，名叫白雪。玉哥哥，走，咱们也带小黑去马场溜溜。母妃，那个小娇娇来了。不用怕，那个胆小的丫头才不敢靠近这里，最多就是在外围溜达溜达，就跟她那个母妃一样。当初陈后骑马差点被摔下来，还哭鼻子了，被陛下安慰了半天。觉儿，来，我们跑2圈，让母妃看看你的骑术有没有长进。是，母妃。母子俩策马奔腾，但跑着跑着，突然一匹黑色的骏马竟然追了上来，直接越过了他们。即使刚才一起赛马，心情也不错，但唐妃还是不愿意搭理陈后的女儿。你就是月然公主府上的那个孩子，公主还小，你刚才那样带着她一起骑马，十分危险。多谢唐妃娘娘提醒。唐妃娘娘，你不要怪玉哥哥，是瑶瑶看唐妃娘娘骑马好好看，才让她带着瑶瑶跟着你的。瑶瑶，你刚才说我骑马好看，那么跟你母后相比呢？唐妃娘娘骑马好看呀，我母后弹琴好看呢。哎呀，没看出来，这小姑娘还怪聪明的，知道怎么说漂亮话啊。糟糕了，唐妃有点手痒，特别想要捏一捏这小奶团子，既哄了她，又维护了陈后。这么一对比，再看看自家的粗糙儿子，唐妃顿时又有点扎心了。不能继续对比，再对比就要扔了。天太冷了，赶紧带着你们小公主回宫，可别着凉了。皇后娘娘肯定又不乐意了。唐妃娘娘，再见啊！下次瑶瑶再跟您学骑马呀。唐妃板着脸，微微颔首。公主，唐妃虽然跟咱们娘娘不对付，但她今天那句话确实说得对。那就是倘若你今天在马场生病了，皇后娘娘肯定会迁怒于她。可是瑶瑶不会生病啊。秋妍姐姐，你是看着瑶瑶长大的，你见过瑶瑶生病吗？青妍愣了一下。的确，小公主自打降生后就一次病都没有生过。不止如此，就连福喜宫的人都轻易不生病，福喜宫倒是没事，可谁想到过了2天，却是听说长乐宫的唐妃病了。真是稀奇呀！身体强壮的好像是一头牛的唐妃，竟然也会生病。
娘娘，太医已经给唐妃看过身体了，唐妃莫名其妙就是特别嗜睡，浑身疲乏。当然了，并不是有了身孕。可别是唐妃招惹了什么人呢？难道唐妃娘娘也被人诅咒了？小公主回到福喜宫鼓捣了一下，然后就喊来顾北玉，让他把大白带出来。公主殿下，虽然陛下跟皇后不会说您，但民间会有关于您不好的传闻。什么不好的传闻呀？就说您恃宠而骄。晴墨姐姐，你想太多了，大不了小江瑶不嫁人，也不上驸马好了嘛。父皇跟母后又不是养不起瑶瑶嘛。小江瑶骑着大白去，也是为了可以引起三皇子的兴趣。他想要攻略唐妃跟三皇子，就得投其所好。三皇子喜欢舞刀弄枪，骤然出现一只庞大的野兽，他肯定十分有兴趣。小江瑶赌对了。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在御花园中饲养凶兽啊！殿下，那正是13公主。三哥哥，这是我家大白，可爱吧？你摸一摸，它可乖巧了呢。妹妹，这老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上次去皇家猎场，大白受伤了，我把它带回来的。它好通人性啊！瑶瑶，我可以骑大白吗？大白乖，就让三哥哥骑一下，好不好？这是本殿下第一次骑野兽啊，真的太棒了！瑶瑶就是厉害，这等野兽都能够驯服。等下次秋迷，我要去抓一只熊回来，到时候瑶瑶也帮三哥驯服一下，可以当坐骑行吗？骑熊熊，可是熊熊有的时候是直立行走的呀，难不成三哥哥到时候要坐在熊熊的脑袋上？好呀，先答应下来好了，反正三哥也抓不到熊熊。因为有了熊熊之约，还有一起共骑白虎的情谊，所以当小江瑶提出要去长乐宫探望唐妃娘娘的时候，三皇子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三哥哥腿好长，走路好快，瑶瑶跟不上呀。你的腿也太短了吧，要不我勉为其难的抱着你一起走吧。他用力的点点头，然后对三皇子伸出了小手手。怎么回事？你怎么把陈后的心肝宝贝给偷来了？啊，不是的，是瑶瑶听闻你生病了，要过来探望你。哎，对了，母妃，瑶瑶养了一只可大可漂亮的大老虎了，威风凛凛的。唐妃听后也来了几分兴趣，想要挣扎着下床榻去看看大老虎，但身体太虚弱了，踩起来就有一阵眩晕，倒了回去。母妃，你怎么了？要不行了吗？宣太医，赶紧给本殿下宣太医来啊！本宫本来就晕，被你吵得脑瓜子嗡嗡的疼，赶紧给老娘闭嘴！见到本宫了，你还是赶紧回去吧，以免过了病期给你。如果你身体不舒坦了，你母后怕是要来找本宫的麻烦了。不是生病。小金瑶已经用金光诊治了唐妃的眩晕症，发现她的额头处有着一团黑光。什么不是生病？本宫这就是生病，你还是快点走吧。那唐妃娘娘好好歇息，瑶瑶告退了。菊儿，送送你瑶瑶妹妹。是。唐妃娘娘到底是怎么中的蛊毒呢？金光可以缓解蛊毒，但是想要根除，得找到母蛊啊。三哥，那天咱们赛马回来，长乐宫有什么客人来了吗？没什么人啊。那日我陪母妃骑马归来后，她就说乏了，赶我走。我回来这几日都是陪着她，也没有见什么外人。没有外人，那么这个蛊是怎么被下到唐妃娘娘身上的？难不成是在很久之前被下了，但却没有发动？这就有点难办了呀。瑶瑶，三哥可以去福喜宫找你吗？
三哥，我听完唐妃娘娘不喜欢你去福喜宫，是不是真的啊？这个……那要不过2日我们一起来长乐宫，到时候唐妃娘娘在旁边看着，她就不会生气了吧？好，那后天我们再在这里见面。瑶瑶，到时候三哥带你玩桃壶。好呀。你到时候可得一定带着大白来。嘉禾帝虽然不喜唐妃的性子，但还是过来探望了一下。只是嘉禾帝刚从唐妃寝宫出来的时候，恰好看到有一个明艳的少女，一袭淡紫色罗裙，正在那摘梅花。嘉禾帝停住脚步，驻足看了片刻，身边的赵全和看在眼里，立刻就让人去查那个少女是谁了。玉哥哥，你说这几日都有谁去了长乐宫啊？三皇子每日都从皇子所去长乐宫见唐妃娘娘，此外还有几个品阶不高的妃嫔去探望唐妃娘娘，但都没进去。陛下去了一次，在里面停留不足1刻钟。另外，唐妃本家的堂妹这几日入了宫，一直住在长乐宫4级。唐妃娘娘的堂妹？唐妃娘娘都30出头了，那她的堂妹也应该不小了吧？这个女人叫欧阳曼，只比三皇子大了1岁，今年才16。她并不是欧阳将军的亲生女儿，而是欧阳将军当初一个副将的女儿。副将当初在沙场上为了欧阳将军挡箭身亡，临死前把女儿托付给了欧阳将军。这个欧阳曼是刚来的？对，就是那日我们从长乐宫离开的时候，半路上遇到的。她就是那天进的宫。这样啊。本来跟三皇子说好了要去的，但因为这大雪竟然下了2天2夜，等到大雪停歇的时候，整个皇宫都被皑皑白雪给笼罩了。唐妃这几日更是疲乏犯困的厉害，后宫都传闻她有了身孕了，但却假装不说。唐妃烦都烦死了。觉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转来转去了？不乐意来看母妃，你就回皇子所待着去。瑶瑶说了这几日来探望你，她怎么还不来呢？哼，她哪里敢来？我这病一直不好，也就你是我亲生的，不怕过了病期。堂姐，我也不害怕被你过病，你这病肯定很快就要好了。这几日麻烦曼姐了。娘娘，13公主到了，你赶紧跟上去看看。倘若是骑着那白虎来的，就让13公主把老虎带进来。是，娘娘。唐妃娘娘如果喜欢，瑶瑶经常带大白来找你玩呀。也行。唐妃虽然还难受，但还是挣扎着让宫女扶着，走到了大白身边，摸了2把，顿时眯了眯眼。撸大老虎就是舒坦呀。这个姐姐是谁啊？瑶瑶没有见过呢。民女欧阳曼，见过13公主。姐姐你快些起来吧。欧阳曼立即上前了半步，刚要开口，结果下一刻还在笑的小公主突然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公主，你怎么了？因为她刚才在欧阳曼靠近的时候，金光凑了过去，结果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十分邪恶恶心的气息。小江瑶已经缓过来，唐妃娘娘，瑶瑶没事的。太医赶来了，唐妃立刻让太医给小江瑶看病。听到太医说公主只是着了凉，没有什么事，喝点热姜汁就会好点了，她这才松了一口气。娘娘，未央宫那边来人了。说什么？那边说担心天寒地冻，小公主冷着，要把小公主抱回去。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又让唐妃莫名烦躁。可最后她只好点头，让人小心地把小奶团子给送走了，连带着离开的还有那只漂亮的大白虎。母妃，我看瑶瑶跟那些传闻的不一样，儿子很喜欢瑶瑶妹妹，以后我可以去福喜宫找瑶瑶妹妹吗？
你是找瑶瑶玩，还是去找白虎玩？不能一起玩吗？菊儿，你去福喜宫的时候，记得给瑶瑶带一些礼物。可是母妃，瑶瑶什么都不缺啊，我给她带什么礼物她才会喜欢呢？你去我库房中挑一些武器，刀枪棍棒之类的，去送给瑶瑶。对哦，这皇宫之中，谁的武功都没有咱母子俩好，其他人肯定没想过送这类礼物。去挑吧，或者你可以问问瑶瑶喜欢哪一类的，让她自己随便挑。好。小江瑶哪里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收到一堆刀枪棍棒做礼物，还别说，自己之前收到过那么多礼物之中，这还真是独一份。他之前给唐飞用金光治疗身体，后来累了也就真的睡着了，再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经从长乐宫回到了未央宫。公主，娘娘不太开心，去哄一哄娘娘吧。还是最喜欢娘亲这里。喜欢我这里，怎么还去唐飞那儿啊？啊，娘亲，我是去帮你勘探敌情啦。什么敌情？就是唐妃娘娘不是生病了吗？将军府竟然送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侍疾呢。唐妃娘娘好像不喜欢她，但她却总在我们跟前晃。哦，对了，这几日爹爹是不是也去探望唐妃娘娘啦？陈后相当聪明，虽然女儿说的话东一句西一句的颠三倒四，但很快抓住了重点。欧阳家来的这个美人，怕不是也盯上了陛下？娘亲，瑶瑶饿了。怎么？你在长乐宫待了那么久，唐妃这么小气，连一点吃的都不给你吗？长乐宫的吃的哪里有娘亲这里的好吃呀？小棉袄就是甜。陈后心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怒气早就烟消云散，心中计划的是要怎么阻拦那个想要进宫的妖艳货色。这边小江瑶用了3天，也等来了动手的机会。她自己的生辰日，公主，六公主跟杜家小姐来了。但小江瑶刚出来，就听到了一声惨叫，随后就是惊天动地的哭声。四妹妹，你怎么能够这样失仪？这可是皇宫，你这样哭闹，惊扰了13公主，可怎么办？小江瑶懂了，原来杜文熙这是给自己刷好感，自带一个对照组了呀。哦不，或许6公主也成了他的对照组。小奶团子看都没看杜文熙，迈着小短腿来到被惊吓的哭嚎不停的杜文兰跟前。你不用害怕瑶瑶的大白，瑶瑶的大白可乖了呢。怎么会乖啊？她这么大，一口就能吞下我这样的3个小孩啊！大姐，我以后乖乖的，再也不去厨房偷点心吃了。你别把我喂老虎，行吗？公主，你别听他小孩子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吓唬过他，我就不该好心带他来皇宫，让他惊扰了公主殿下。我也是小孩子，谁说小孩子就能胡说八道了？啊，公主，文熙不是这个意思，而且小四哪里能跟您比啊？哼！小江瑶又不搭理他了，今日整个人傲娇的不行。偏偏杜文熙刚才吃瘪，已经不敢多说话了。这次的糕点也太好吃了吧，是我长这么大吃过的最好吃的点心。喜欢你就多吃点儿。六姐怎么来了？之前瑶瑶邀请你来福喜宫玩，你可一次都没来呢。我一直很想来的，但因为自己性子无趣，不会说话，让瑶瑶妹妹不开心了。那六姐姐这次怎么来了呀？瑶瑶，你不要介意，是我要来福喜宫找你玩，但不认识路，正好六公主在慈宁宫，就让她带我来了。文熙姐姐，我在跟我六姐说话呢，你开什么口？瑶瑶，是不是
你还生气上次外祖母收成的事情，可那件事都是侍女做的，我并不知情啊。文熙姐姐，你是怎么回事啊？上次祖母生辰你就老哭，这次瑶瑶过生日你怎么又要哭呢？怎么着，你是见不得我们好吗？我们一过生辰你就来哭。还没等杜文熙反应过来，小江瑶就对杜文熙身边的宫女说：你快些把文熙姐姐带走吧，我今天过生日，不想看到她这么哭，太晦气了。杜文熙稀里糊涂的被带出去了，一扭头发现就她自己出来了。刚才四妹也哭了，而且哭嚎的极其难看，为什么江瑶没有赶她出来？杜小姐，我们还是先回慈宁宫吧。瑶瑶，祖母最宠爱那个杜文熙了，你这样把她赶出去了，是不是不太好？六姐，你在害怕什么呀？你我都是公主，文熙姐姐只是杜家的大小姐呀。六公主惴惴不安，但又无比羡慕小妹妹江瑶。整个皇宫之中，也就只有瑶瑶妹妹可以这样恃宠而骄了吧？你想多了，瑶瑶不会讨厌你的。可能是文熙想多了吧，但她留下了我四妹还有六公主，却唯独把我给赶了出来。外祖母，是不是文熙做错了什么，惹13公主不快了？瑶瑶还小，过段时间就忘记了。哦，对了，今日是她的生辰，你给寻了什么礼物过来啊？哦，是我娘亲特意找了手工很好的江南绣娘，一针一线缝制的罗裙。瑶瑶妹妹长得那样可爱，肯定穿上更加漂亮。太后嗯了一声，好像是在认真倾听，但熟悉她老人家的都知道，她是没什么兴趣的样子。杜文熙却依偎在太后身边，又说了许多讨巧的话，看着要到了太后午休的时辰，这才离开。太后，文熙小姐她有点心机是应该的，毕竟本来就是打着主意长大以后往宫里送的。只是我的瑶瑶也不是笨的，她能不能真正讨好了瑶瑶，就看她自己的本事吧。宴会上歌舞升平，美味佳肴琳琅满目，热闹非凡。不管别人送来的是什么，小奶团子都很开心地接受了。可是仔细看，小公主的笑意并没有达眼底，因为她今天等了足足一整天，还是没有收到玉哥哥的礼物。接下来吃生辰面的时候，都有点心不在焉了。陈后等人也没多想，就想着肯定是小公主累了，所以生辰宴没有持续太久。陈后就让青妍等人送小公主回福喜宫休息了。青妍姐姐，玉哥哥呢？好像是辽姨娘有什么事，顾北玉就提前离开了。哦，原来是玉哥哥的母亲出事了吗？你让我赶回来，就是见这个男人。小玉，你本是北燕的皇子，既然顾晨对我们母子俩不好，那这大楚我们不待也罢。梁小姐，您毕竟是陛下的女人，又有了皇子，回去后肯定可以得到一个名分。你终于对顾晨死心了。既然顾晨不爱我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了。顾晨不爱你了，那么北燕王就会爱你吗？他当初就是喜好我的美色，虽然我已经老了一些，可我绝对比他后宫的那些人都要美丽。要回北燕你自己回，我是不会回去的。你是不是傻？回去后你就是皇子，留在这里你只能够做那个13公主身边的一条狗。顾北玉头也未回的离开了。那个女人并不是真的爱他，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他回去跟北燕王争宠罢了。可为什么那么天真呢？就算是北燕王喜欢过他，但这都是多久的事情了？更不要说他都委身给顾晨这么多年，北燕王如果真是痴情，早就找来了。顾北玉刚走几步，突然身后传来了一阵料峭拳风。对方一共5个人，都是个顶个的高手，竟然都没有拿下顾北玉。殿下
您的身手这样了得，更应该跟我们回去北燕了呀。北燕王这年轻力壮，而且儿子那么多，我回去算老几？再说了，我是不是他的儿子，还不一定呢。你这不孝子，我当初就不应该生下你，让你这样污蔑我。是否生下我，顾晨都不会喜欢你，而北燕王更不会喜欢你。逆子，给我杀了这个孽子！一道寒光突然直逼顾北玉的心口窝，他刚要躲闪，背后心又是一刀砍了过来。眼见着躲开了后边的刀，却没有时间再去闪开前面的剑。只见那雪亮的剑一下子刺中了顾北玉的心口窝，却突然顿住，无法再前进半寸。没有任何鲜血涌出，却听到了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断裂的声音。北燕人也加入了战局，一群人混战，其中还夹杂着梁姨娘的哭声。顾北玉却已经攥着流血的拳头，趁乱翻墙离开，身影融入了浓浓的夜色之中。等终于来到皇城墙下，顾北玉靠在墙头，用布缠住手上的伤口，止了血。这次目的达成，那群人会带着梁姨娘离开大楚，回到都城去，就是不知道那些突然冒出来的黑衣人又是谁，竟然对他下了狠手，会是另外一股北燕的人吗？幸好一切顺利，只是玉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公主，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等玉哥哥呀，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东西呢？本来要雕刻好了，但不小心摔坏，就没有办法送给公主了。哦，是这样啊，能不能送给瑶瑶？顾北玉沉默片刻，最后点了点头。哥哥，你受伤了。小伤。公主，现在夜深了，这边凉，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哦。小江瑶却喜滋滋地把木雕揣进怀中，宝贝的不得了，想着到时候可以用金光修复一下，这是玉哥哥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呢。小江瑶生辰过后就快要过大年了，而过大年的时候，欧阳曼就要回欧阳家了，所以不用小江瑶找机会，欧阳曼就比任何人都要着急，想要找机会邂逅嘉禾帝。还别说，终于让欧阳曼找到了机会。唐飞本来身子好了一些，可以侍寝了，结果唐飞又晕倒了，没有办法，嘉禾帝只好冷着脸离开。还请陛下不要怪罪我堂姐。瑶瑶拜见父皇。瑶瑶，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瑶瑶想要找唐妃娘娘玩呀，唐妃娘娘说要教瑶瑶武功呢。瑶瑶改日再来吧，唐妃身子不舒服，已经歇息了。哦，那就让曼姨来陪瑶瑶玩，好不好？也好，不过天寒地冻的，不要在外面待太久，让她陪你回复喜宫玩。好呀。曼姨，你是在镇北将军府上长大的吗？是的。那你也会武功吗？我不会武功，我不喜欢成天舞刀弄枪的，那样太粗鲁了，不适合女孩子。秋墨姐姐，你去帮我上小厨房煮2碗酒酿小圆子吧，这么晚了，曼姨肯定也饿了呀。那我喊人进屋来伺候。不用啦，青妍姐姐要回来了，而且这不是还有曼姨吗？公主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尽管问我就是了。瑶瑶想要知道为什么曼姨的肚肚里有虫虫呢？欧阳曼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她噌的要站起来，结果突然眼前被一团金光罩住，整个人软软的倒在了地上。而这个时候，青妍背着脸色十分不好的唐飞刚走进来。唐飞刚站稳，就看着地上躺着的欧阳曼，突然腹中一阵难受，哇的一声，把今日喝下去的药，还有好不容易喝下去的粥，都如数吐了出来。一只黑色的虫子
竟然出现在那狼藉污秽之中，在奋力的挣扎着，竟是朝昏倒的欧阳曼爬了过去。昏迷之中的欧阳曼浑身难受，他捂着肚子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也是猛然吐出一口血出来，那一滩血之中竟然也有一只虫子。两只虫子爬到了一起，下一刻就都不动弹了。瑶瑶，抱歉吓到你了，这件事本宫一定都会处理好。青言，还不带你主子回寝室好好休息？是。至于欧阳曼跟那两只虫子都被唐妃给带走了。回娘娘，这是母子蛊虫，此虫吸了符运兽属，会转移到母虫持有者身上，距离越是近，可能效果就更明显。那这子母虫是什么时候下的？或者说要下多久才会有效？转移符运兽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最短是3年，也就是说这东西下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哼，亏得我一直把他当亲人看待，甚至还打算让他做菊儿的侧妃，没想到他这样狠毒。那13公主是怎么知道欧阳曼的打算的？她还那么小，而且她还执意的要把您请过去。瑶瑶才多大，刚才孩子都被吓坏了。我想应该是陈后发觉了欧阳曼的狼子野心，然后借机用来提醒我的。别忘记了，青言跟晴墨这2个大宫女之前可都是陈后身边的心腹。罢了，既然陈后委婉地卖了一个这么大的人情给本宫，本宫以后就不跟他顶嘴了。玉哥哥，这几日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的确有几件事。欧阳曼被送到乡下庄子了，但3天后，欧阳家就对外说是暴毙了。那三哥可能要难受一段时间了。三皇子本来很激动，想要去找欧阳曼，但听说欧阳曼差点害死唐妃后，就沉默下来了。玉哥哥，都城之中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吗？还有。什么事儿？顾城顾大人的侍妾梁姨娘失踪了。什么？玉哥哥，那你……我父亲已经让人去找她了，我无视。从小到大的打骂跟无视，还有多次的利用，已经让顾北玉对亲生母亲梁氏失去了所有的感情。顾北玉，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失踪了的姨娘生母去了哪里？不知。那你不好奇吗？不好奇。顾北玉，你那生母是去了北燕了，而你的亲生父亲是北燕人，我们都是一国的。等以后在这个大楚皇宫之中，你我互相照应，等日后我回北燕登基，肯定不会亏待你。顾北玉眼神凉凉地看着他。就这，他发现这个所谓的血亲上的弟弟有点脑子，但不多。顾北玉，你不信？我眸色跟大楚国的人不同，谁都知道我不是大楚的人。至于是北燕的还是哪里的，都没什么区别。就凭借这点，殿下就让我帮你，是不是太儿戏了？如果没别的事了，那顾北玉就先走了。你不只是我北燕的人，还是我皇兄。顾北玉，你的血液里毕竟流着皇族的血，你就甘心做一辈子那13公主的侍卫吗？你我联手，一起在这大楚国的皇宫之中韬光养晦，我也会把北燕的相关消息都告诉你。等将来时机一到，我们一起杀回去。等我坐上那至尊宝座后，绝对不会亏待你。我需要考虑考虑。顾北玉离开皇宫后，轻车熟路地来到一家客栈。殿下，您来了。廖大人很有意思呀，先是之前联系我，然后又告诉了黎胄我的身份，怂恿黎胄去找我联合。我还真的不知道廖大人到底要做什么了。梁夫人已经回到了北燕，被北燕王金乌藏娇。殿下您的身份用不了多久就会传回大楚，到时候黎胄殿下
必然也会知道。卑职告诉黎州殿下您的身份，让他去联合您，实际上却是让他做您的挡箭牌。我的这位生母还是有一些手段。殿下，不过你这个时候不回去是对的，因为那些后妃可以容忍一个有点颜色的妇人被北燕王喜爱，但却不能容忍这个夫人还给北燕王生了一个皇子。殿下，您尽管继续在这大楚皇宫韬光养晦，北燕那边的事交给卑职。起来吧，廖大人。因为你的未婚妻被抢，你宁可叛国吗？殿下，您怎么知道这件事？我知道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北燕王好色无度，早就不适合坐在那个位置。再说了，我拥护殿下登上王位，也不算是叛国。你想要给未婚妻报仇，自己更是有野心，想要扶持一个皇子上位，最好这个皇子能够听你控制。选来选去，最后发现我合适一些。可是廖大人，如果下棋，我更想要做那个执棋之人。黎胄给我几天时间考虑，我亦给廖大人几天时间考虑吧。这是北燕的探子送回来的密函。禀告陛下，臣真的不知小玉竟然是那北燕王的儿子呀！当年臣救了梁氏，他说是被富贵人家的家主强了，然后逃脱出来。我动了恻隐之心，这才带他回了大楚。这件事，顾北玉知道吗？应该还不知道。他跟梁氏的感情不深，这2年也都在福喜宫当差。倘若他知道的话，梁氏逃走的时候应该会带着他。行吧，你先退下。是。嘉禾帝处理完政务，决定摆驾未央宫。没想到那小子竟然是北燕王的儿子，按理说得立刻把那小子调离福喜宫，可是怎么办？瑶瑶很喜欢他呀。朕也是担忧这件事，所以才找月宁商量。毕竟瑶瑶是咱们的心肝，可不能让她伤心委屈。那这样吧，我们问问瑶瑶的意见。倘若她还要让顾北玉留在身边，就按照之前的那个法子，提前把那个孩子变成太监吧。这样也好，如果是瑶瑶自己不喜欢他了，那么就把他送回到顾府去，让顾晨自己去处理这个孩子。下午的时候，陈后坐着凤辇慢慢悠悠来到了福喜宫。瑶瑶，你是不是很喜欢你这个玉哥哥？是呀。既然瑶瑶这样喜欢你的玉哥哥，那么就把你的玉哥哥变成太监，以后陪在瑶瑶身边一辈子，好不好？顾北玉还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这在他的意料之中。陈后虽然十分宠小公主，但对其他人历来都是十分狠戾无情的。他比较好奇的是小江瑶会怎么选。娘亲，如果那样的话，玉哥哥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做大官了呀？玉哥哥很聪明的，以后肯定会做大官的，所以还是不要把他变成太监了吧。瑶瑶竟然看得这样长远。只是倘若这样，顾北玉就没有办法继续在福喜宫当差了，也不能一直陪着你玩了。这样你就少了一个玩伴，也可以吗？顾北玉，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说吗？别告诉我你不懂变成太监是什么意思。奴才懂，只是当初奴才差点死在顾府，是公主殿下救了我，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他的，但凭他吩咐决定，奴才绝对不会有任何异议。娘亲，倘若以后玉哥哥不能留在福喜宫了，那他要去哪里呀？
他要回顾府，至于以后怎么样，要看顾晨跟你月然姑姑的想法了。娘亲，瑶瑶不知道怎么选，你给瑶瑶点时间好不好嘛？当然可以了。于浅在渊，或在于主；于在于主，或浅在渊。玉哥哥，你说玉儿在化龙之前，她是在渊还是在于主？公主怎么就确定？那鱼儿以后肯定会化龙，因为鱼儿很厉害，以后肯定会化龙的。就算是离开了福喜宫，瑶瑶也是我顾北玉心中最重要的小公主。3日后，顾北玉离开了福喜宫。虽然才相处短短1年，但福喜宫的人都很喜欢顾北玉。或者说，福喜宫是整个皇宫所有宫殿里人情味最浓，彼此都当作家人的宫殿。其实你可以继续留在福喜宫的，顾府的情况以后定然不会容你。如果你不想真正成为太监，也是有办法的。顾北玉摇了摇头，他以后想要得到的位置极高，哪怕是成为假太监，但这段经历会影响他最后问鼎天下的。月哥哥，以后瑶瑶每年生辰，你也要送瑶瑶礼物的。这件事你一定不许忘记了呀。不会。众目睽睽之下，顾北玉只是伸手轻轻地碰触了一下小公主柔软的发顶，然后转身离开。瑶瑶，你且先慢慢长大，然后等我。顾府。夫君，那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是北燕的皇子啊！杀不得，虐不得，当然也不得对他太好。皇兄也真是的，怎么就把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给丢到他们顾府了？还不如直接把人变成太监，继续在府西宫当差，也不影响我们。夫君，你倒是说句话呀！等人回来，按照顾家大少爷的份里安排着。不要懈怠，也不要怠慢，但也不用过于热络。平时就当他不存在好了。月然公主十分不爽，可眼下也只能这么办。而顾北玉回到顾府，顾府的人对他倒是比之前恭敬了一些，但不管是顾晨还是月然公主，依旧对他十分冷漠。他也不在乎。小江瑶这几天没有见到顾北玉，有点情绪失落。大白，你是不是也想玉哥哥了呀？可是除了宫学可以见面外，瑶瑶也不能经常跟玉哥哥见面呢。青言等人站在旁边无语摇头，这个家没了顾北玉，看来不太行。可他们都没有办法让顾北玉再回福喜宫。就在这个时候，朝中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阁老首辅周大人恳请陛下册立太子。其他爱卿也是这个想法吗？这些位高权重的大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有几个隐晦地看向了温丞相。嘉禾帝知道这群家伙都是老狐狸，时不时的就把立太子这件事揪出来。周大人，依你之见，朕的哪个孩子适合这太子之位呢？陛下，太子当立嫡立贤，现在没有哪位皇子是嫡子身份，那么就应该立贤。老臣认为二皇子景王贤明渊博，为人聪慧，也半价学着处理政事，最适合。周大人，你是不是还忘记了一点？立嫡之后还有立长，你将大皇子永王置于何处？温丞相，我知道你并不是有意提大皇子，但因为17、18皇子还年幼，所以才把大皇子抬了出来吧。大皇子开府后兢兢业业，身体比之前康健了许多，也已经参政。除了大皇子外，3皇子如今还在边防，跟兵士们共同御敌，功勋卓绝。一文一武，敢说他们都不优秀吗？
既然你们都没有定论的事情，下次就不要再提起。等有定论了，再说也罢。退朝。陛下，你意志不立太子，到底是因为什么？母后，你这样着急，想法也跟朝堂上那些大臣们一样吗？哀家怎么会跟那些大臣们一样？立太子是国本，你意志不立，也不专心培养储君，会让其他三国蠢蠢欲动的。那母后认为哪个皇儿合适？你不用试探哀家，哀家的身份不至于站队去支持哪个其他家族的人，左不过就是希望你把人给选定下来，你选你想要选的那个就行。那儿子懂了，母后是想要在太子妃上下功夫。哀家的确有这个打算，但也会考虑实际情况呢。比如你定了大皇子的话，他已经有正妻，年纪相差又太大，那哀家也会让杜家放弃那个位置的。母后，我还没有最后确定好人选，不过接下来我会让皇子们开始接触政务，然后暗中考核他们。你心中有算计就行。我不明白廖大人的意思。顾大人，不要紧张啊。其实我来这里是私下里的，旁人并不知道，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日后你且好好对待我们皇子就行了。你们皇子？如果皇兄知道了顾北玉的身份，我们还瞒着，那你是想害死我们吗？恐怕家和弟已经知道了，瞒着不瞒着，就看你们自己的了。你这样大摇大摆的来，就不担心我们把你给留下吗？当然不怕，我能来肯定是有备而来。好了，我要单独跟玉殿下聊一聊了。夫君，这件事情我们不能隐瞒，得立刻报告皇兄，而且最好控制住这个廖旭，让我皇兄定夺。刚才宫里有太医出来，说是要给北玉看病，后来让他回去了，就把这件事情带回了宫中。殿下，我都按照您说的了，不过这样打草惊蛇未必是好事。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可勾践卧薪尝胆之前，就已经是王者身份了。卑职懂了，您是想要逼一下北燕王。的确应该这样，毕竟梁妃回去那么久了，但现在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不过这样一来，您就浮上水面，担心有一些人会对您不利啊。我无事，倒是你，廖大人，今夜子时前就出城吧。殿下，廖大人已经出城了。另外，前不久有太医来顾府，太医回去的时候已经把廖大人对顾大人说的话禀告了陛下，只不过皇宫那边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太医来府上是给谁看病？奴才刚打听出来，那太医是13公主派来给您看病的，因为您今天告假没去宫学。不过顾大人直接说你只是感了风寒，已经没事了，就打发走了太医。殿下，现在这个时候肯定很多人盯着顾府，您这是要去哪里？进宫。进宫？我的殿下呀，您这也太冲动了吧！现在皇宫那头还没定下来是对您什么态度啊？你怎么还自己往上撞呢？别废话，顾府这边你给我照应着。我想不明白。殿下，那些事情都跟你无关，你只要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可以了。怎么能是无关呢？看看娘亲跟爹爹都不开心了，他们不开心，瑶也跟着不开心了呀。你们说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可以一下子解决爹爹跟娘亲的所有难题呢？除非娘娘现在就生一个儿子出来，名正言顺的嫡子，封为太子，不然的话，这道题难解了。小江瑶皱巴巴着小脸，愁眉不展。真是讨厌，怎么跟之前陈家人一样呢？都逼着娘亲生孩子，生孩子多疼呀。好了，公主，您不要想这些了。
娘娘这几日心情不好，你多过去陪她说说话，她开心起来，或许就有办法解决眼前棘手的事情了。可是我吃不下呀。小公主就是太懂事了，反而会为难到自己。中午就没吃多少，晚上才喝了半碗牛乳，这肯定是要饿的呀。什么人？公主没有吃饭。玉哥哥，公主，你怎么赤脚走在地上？因为玉哥哥来了，瑶瑶高兴呀。玉哥哥，我昨天就去找你了呢，还给你带了红豆饼，可惜你没吃到。今天又去找你，结果他们说你告了病假没有来。那红豆饼我吃到了，特别好吃。公主要不也先把这蛋羹吃了，别饿着了。饿着了，玉哥哥会心疼瑶瑶吗？会。那以后瑶瑶可以天天在宫学见到玉哥哥吗？只要我去宫学了，下学就去等公主。哎，刚才你说吃了那红豆饼，可是之前已经给了7哥哥了呀。7皇子跟9皇子争抢，然后红豆饼飞了，正好落在我怀中。今天多亏你来了，不然公主不吃饭，休息不好，明天肯定会难受了。公主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了？还不是前朝那群大臣们胡闹，之前逼着陛下立太子，现在又开始逼皇后娘娘领养一个嫡子立太子。皇后娘娘心情不爽，连带着咱们公主也跟着担心了，跟着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立太子这种大事情，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的。谁说不是啊？我们只能够尽量伺候好主子了，就希望公主不要被这件事情影响，每日跟往常一样开开心心的。秦墨姐姐，我不能长时间留在这里，如果以后公主有需要，就派人去寻我。嘉禾帝迟迟没有立下太子，因为他也比任何人都知道哪个儿子都不合适。现在嘉禾帝的那些儿子里，不管立谁做太子，都有很多势力不甘，继而继续搞一些小动作。顾北玉只是希望，不管以后那些个皇子怎么争斗，都不要把小公主给卷入其中吧。倘若谁敢伤了瑶瑶，他定会让那人后悔活在这个世上。今日雨大，公主可以不去宫学了，让青言去给你告个假。谁说不去宫学的？这只是下雨而已，就是下刀子，瑶瑶也要去。玉哥哥，公主，我身上的衣衫湿了，别弄湿了你的衣裳。不打紧呀，不过你既然衣裳湿了，那就随我回去福喜宫吧。你的房间还给你留着，换上干爽的衣裳，等雨小了再回去呀。是，公主殿下。这雨下得好急啊，也不知道荷花池里的鱼儿会不会跃出水面呢？下雨的时候天太沉闷，鱼都会浮出来透口气，但这雨太大了，也就不太一定了。一群鱼张嘴抢着透气的画面，那肯定十分有意思呢。是，慈宁宫附近的那个台湖，里面养了好多十分肥美的大鱼呢。唐妃娘娘跟我说的时候还流了口水，说那个鱼烤起来肯定特好吃。奴婢怎么瞧着这鱼有点眼熟？鱼这么肥美，肯定是要吃掉的。秋末姐姐让厨房做水煮鱼片，还有青菜鱼丸汤，还有鱼片粥，以及糖醋鱼段吧。公主，要做这么多菜吗？对啊，这么好吃的鱼，当然要请爹爹娘亲一起吃啦。哦，对了，唐妃娘娘也给送去一份。是，奴婢这就带人去做。这鱼肉不错。陛下，这是福喜宫给送来的。小公主说这几日您操劳辛苦，胃口不好，她很担心您，特意让人做的。还是朕的瑶瑶最在乎朕啊。谁说不是呢？13公主最有孝心了，
奴才上午碰到了唐继久，还听到他说，昨天雨大，好多人都没去宫学，但小公主却去了，还认认真真的读了半天的书呢。还是本宫的瑶瑶最贴心了。那是当然了，公主殿下聪明伶俐，乖巧上进，活泼又不失乖巧。可那些群臣们，成天要上本宫去选什么别人生的儿子做嫡子，他们也配？他们呐，自然都比不上公主殿下。那是。瑶瑶给本宫送了这么多好吃的鱼来，本宫得回礼。我的娘娘呀，你已经给13公主送了许多东西了，这库房里的宝贝，不得留一些给您日后的儿媳呀？对哦，本宫都差点忘记，菊儿以后还会娶媳妇儿了。不过没事，那都不知道是多少年的事情了。现在宝贝可以先紧着瑶瑶来。虽然13公主十分暖心，但那不过是几道鱼做的菜而已呀。那可不是普通的鱼。娘亲，瑶瑶陪你一起去见祖母吧。多大点事，不就是几条鱼吗？肯定是宫中野猫叼走了。你祖母就是这几日心情不好，寻个由头而已。寻个由头，让娘亲去领养其他皇子哥哥吗？是你们跟小公主乱嚼舌根。奴婢不敢。娘亲，你不要这样凶他们呀。是瑶瑶那天去御书房，听到那些大臣对爹爹说的。娘亲，你真的要领养其他皇子哥哥了吗？不，娘亲只有瑶瑶一个，也只宠瑶瑶一个。瑶瑶，如果太后凶你，你立刻就哭，然后回去找陛下，知道了吗？祖母才不会骂瑶瑶呢，又不是瑶瑶抓走了那条金龙鱼。不是他抓的，是他吃的，所以小麒麟没有撒谎呢。皇祖母，您别生气啦，肯定可以捉到那偷鱼贼的。那鱼儿指不定就被谁养在水井里，今日就能够被送回来呢。都丢了这么久了，该不会是被哪个混蛋给吃了吧？啊，怎么可能呢？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吃皇祖母您珍惜的金龙鱼？一定是哪个馋嘴的偷走了那鱼，工人们肯定是不敢，定是哪个宫的主子。唉，果然还是瑶瑶妹妹宫中的小厨房做的点心最好吃呢。虽然不听说瑶瑶贪嘴，但那宫里宫外连一个鱼刺都没有发现，想必也是哪个宫中带回去自己给烹饪了的。母后，臣妾已经派人去调查金龙鱼的事情了，肯定会把这件事调查的水落石出。皇祖母，你怎么这样看着瑶瑶呢？是瑶瑶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母后，是不是瑶瑶刚才吃东西吃到脸上了？母后，您就别怪瑶瑶了，她刚才吵着急着来探望您，几口就吃完那么大一碗羊奶羹，都来不及擦嘴了。瑶瑶爱吃鱼吗？瑶瑶爱吃鱼啊，鱼那么好吃呢。瑶瑶妹妹，你近期可有吃鱼啊？住口！皇后，你这是干什么呀？母后，瑶瑶过几日就要吃一次鱼肉，因为瑶瑶听闻皇祖母从小就爱吃鱼，后来母后告诉瑶瑶说吃鱼会变得聪明呢，瑶瑶就想起来皇祖母了，就更加坚定多吃鱼的想法了呀。皇祖母，母后，前不久唐继久还夸奖了瑶瑶书背得好，字写得好呀，这件事他还告诉了父皇呢。瑶瑶这般乖巧懂事儿，皇后啊，都是你教养的好。哪里是臣妾教养的好，瑶瑶天生就聪慧，这一点她都像母后您啊。皇后你留下，其他人都退下去吧。文熙，你带着你瑶瑶表妹去花园中玩去。哦，是。皇后，你可知道，陛下有意要立瑶瑶
为皇太女吗？什么？竟然有这等事情？陛下没有跟臣妾说过呀。母后，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皇后，那这件事儿你怎么看？这件事实在是太吓人了呀！不瞒您说，母后，臣妾现在被吓得心还扑腾扑腾乱跳呢。女子为楚，这是大楚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今日那些人让臣妾领养一个皇子在西夏为嫡子的事情，不就是因为臣妾生不出皇子来？这件事已经让臣妾愁得夜不能寐，也吃不下任何东西了，都消瘦了。太后见他这个样子，再想到前不久被陈后自己治罪的陈家人，这才放下心来。同嘉禾帝一样，太后也不希望陈后有磅礴野心，所以那天皇上跟他说了有利皇太女的想法后，太后就想要试探一下陈后了。瑶瑶妹妹，你走慢点，我跟不上了。怎么会跟不上呢？维希姐姐比瑶瑶大，个子比瑶瑶高，手也比瑶瑶长呢，怎么会跟不上呢？啊，瑶瑶，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呀，就是感觉文熙姐姐好像很讨厌瑶瑶呢。瑶瑶，你多想了，我没有。不过不喜欢瑶瑶没关系啊，反正瑶瑶也不喜欢你呢。杜文熙小脸一白，直接红着眼就说了一句自己身体不舒服，转身就走了。什么姐姐，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你说文熙姐姐哭什么呀？虽然奴婢不知道杜小姐为什么哭，但公主您说的没有错。青颜却想得更多一些，总是感觉杜文熙对公主殿下的敌意应该是有什么缘由。玉林马上就要大婚了，宗室内务那边你多费一些心思。是，母后。终于从慈宁宫出来，陈后舒了一口气。瑶瑶呢？回娘娘，公主跟杜小姐刚出来不久，杜小姐就红着眼跑了。公主殿下去御书房，说要去找陛下了。想入宫做下一任皇后，门都没有。你也是为立太子一事而来？不，陛下，立太子一事您肯定自有定夺。臣这次来是有关于刚结束的科举考试一事。科举考试不是已经结束，三甲皇榜也都张贴了，不是吗？的确如此，三甲已定，状元郎是那徐毅。朕记得徐毅的文章写得气势磅礴，劲骨风流，十分有文采，的确很不错。可是陛下，臣收到一血书御状，书写者叫穆雨，他状告状元郎徐毅偷了他的文章，并且还找人要灭口。现在他人已经被打折了双腿。那徐毅不是已经被玉玲看中，两人马上要成亲了吗？是。陛下，13公主来了。快让瑶瑶进来，外头日头多大呀？是。郭大爷好呀。下官见过公主殿下。瑶瑶，今日怎么来了？瑶瑶想爹爹了，所以就来了呀。你怎么还在这里？陛下，那状元郎一事，这点事情你都处理不好，那这个礼部尚书，你还是不要做了。爹爹，状元郎是不是今年考试考得最好的人呀？的确如此。那他是犯了什么错吗？禀告公主，是有人状告状元郎的卷子是偷来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郭大人，你可是一个大人哟，说话是真实的吗？不许骗人呀。下官不敢妄言，那穆雨的血字字字控诉，而且他也可以将那篇文章倒背如流，笔记上更是证明那就是他的，而非状元徐毅的。爹爹，原来那个考了头名的状元郎真的是偷了别人的东西啊！这件事还有待彻查。国强，
朕派你彻查此事，切记，不许冤枉任何人。臣遵旨。爹爹，瑶瑶想从您这里借几本书看呀。想要看什么，随便拿就是了。哎呀，小祖宗，您有什么书，吩咐奴才拿就行了呀。没事儿，你又不知道我要什么书呢。公主殿下就需要这些书吗？给我送回福喜宫。小江瑶选好书后，打算跟爹爹说一声再离开。是不是朕立了太子，你们就会立刻闭嘴了？那行，明日朕就下诏，立瑶瑶为皇太女。小奶团子正在费力的迈门槛，但因为腿太短了，再加上骤然听到这句话，导致整个小奶团子就这样骑在了门槛上。伯伯们，你们也说了半天的话了，还是都回府吧。我父皇也累了，还要休息呢。13公主，我们在跟陛下说的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也没有我父皇的龙体安康重要，难道不是吗？爹爹，是不是瑶瑶做了皇太女，就可以帮爹爹分忧解难了呀？瑶瑶，你可知做皇太女意味着什么？虽然不知道，但这几日你跟娘亲都被这件事愁受了呢。所以瑶瑶想，做皇太女就意味着可以帮到爹爹跟娘亲吧。爹爹，怎么了？没事，你也出来很长时间了，回福喜宫歇着吧，明日还要去宫学。好的。看着宝贝女儿乖巧的离开，嘉禾帝眯了眯眼，去拿诏书来。是，陛下。